大哥，你别吓我啊！江墨，这是幻觉吗？哥，你醒了就好。看来这不是幻觉，而是重生了。哥不会是摔傻了吧？他连忙打量房间，这场景如此熟悉，他视线聚焦，看到了江墨身后墙上的日历。1990年7月4号，江寒心中一慌，前世父亲出矿时遭遇矿难，只留下一笔微薄的赔偿金，亲戚争相借贷却无意归还，母亲上门要债，却换来一顿毒打。爸呢？爸早上坐班车走了。不行，我必须要阻止这一切。哥，你要去哪儿？爸，小寒，你怎么追来了？还好赶上了，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爸，你能不能不要再去下煤矿了？咱不干这活了行不行？江建国的脸顿时寒了下来。要知道这个年代煤矿工人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好活。小寒，你怎么说这种话？快回去帮你妈干活。爸，你不要去。你家这小子平时也是惯得很吧？你看这会儿还不舍得你走呢。这孩子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听话，拿去买糖。爸，我早上做了个梦，梦到矿上出事了，你被埋到了下面，连个衣裳角都没找回来，你今个不能走。你小子说什么混账话？江寒灵机一动，眼睛一闭，顺势往后一倒。小寒，你没事吧？别吓我啊！赶紧送孩子去看医生吧。你这混小子，刚才装的挺像啊，差点把你爹吓死。刚才我不装晕，你也留不下来呀。事已至此，咱们就先回家吧，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好嘞，爸。江寒看着父亲的背影陷入沉思，幸好一切都能重来。从此刻开始，他们全家的命运将被改写。爸爸和大哥回来啦！看爸爸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哇，是好香好香的肉。妈妈在家里吗？妈在厨房等你们呢，你们快去吧。正在干活的女人是江寒的母亲胡春花。春花，我回来了。胡春花闻声站起身。建国，你不是去上班了吗？咋回来了？江建国叹了口气，把早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小寒，你怎么这么胡闹呢？你不让你爸上班，家里日子怎么过呢？江寒看到胡春花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前世父亲出事后，胡春花为了养活几个孩子不得已改嫁，她却认为妈妈背叛了这个家，怨恨了她很多年。直到母亲离世前将所有积蓄给了自己，自己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妈，我……小寒，你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反常？你是不知道，小寒今天跟变了个人似的，净说些奇怪的话。小寒，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告诉妈。没人欺负我，我只是做了个梦，被吓到了。不过没事的，以后我来照顾家里。这小家伙变懂事了。春花，吃肉，一会儿你看能不能做点？行，等会儿做好了让小寒给爹娘送过去些。你看着安排就好。江寒从心底里不待见他爷爷奶奶。前世父亲出事后，他们不仅不帮一丁点忙，还成天骂他们是扫把星，就这还想给他们吃肉。一家人吃完饭后，江寒就带着弟弟和小妹前往爷爷家。走到一半，江寒突然停了下来。小莫、娟娟，你们想不想吃肉？想。我们把这些肉给吃了，但是回家之后不能告诉爸妈，你们知道吗？可是妈不是说这些肉要送给爷爷奶奶的吗？爷爷奶奶他们上一次炕的油盐锅巴给你吃了吗？没有。那他们5月端午煮的咸鸭蛋给你吃了吗？也没有。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们吃，我们为什么要给他送肉吃？可是让妈妈知道了，回家肯定要挨打的。放心，有事大哥扛着呢。听到大哥这么说，小家伙们都按耐不住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兄妹3人就把这一大碗肉给霍完了。都吃完了，走，咱们回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些肉给你们爷爷奶奶送去了吗？送去了，他们吃的可干净了。对呀，那些肉可香了。爸，我看小妹眼馋，就给她吃了一块。没事，吃就吃了吧，想吃吧，下回再给你们买些。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屋里的人呢？都死哪去了？都给我出来！是奶奶来了。此刻江寒在江墨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一家人便往屋外走去。江建国一家闻声走了出来。爹娘，你们咋过来了？怎么我们来不得了是不是？他们虽然是因为吃肉的问题来的，但也没好意思直接说。那怎么能呢？我爸就是好奇，平常你们都不往我们家来的，今天是刮了什么风，把你们给刮来了？大人说话，
你个小屁孩插什么嘴？爹，小孩他不懂事，您别跟他计较。你看看谁家孩子跟你们一样，没大没小的，眼里也没有老的，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娘，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啥意思？你心里没数啊？我和你爹现在都还能蹦能跳的，你们就不待见我们了？娘，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什么时候不待见你们了？我们有什么好吃的，先给你们送。建国带回来的布，做鞋底的皮子，靠独轮车的黄油，这些东西我都给你们送，哪里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闭眼说亏心话也不怕天打雷劈，你有好吃的先给我们送嘛。晌午你割肉怎么没叫我们闻闻味儿？老太太最终没忍住说了出来。胡春花听到这话也着急了。你胡说，我们明明给你们送了，你们非要说没有，到底是谁闭着眼说亏心话？老太太也来劲了，别的不说，吵架她可从来没输过，两人一个说送了，一个说没送，吵了起来。爷爷奶奶，你们别误会我爸妈了，中午我妈让我们去送肉了，送了一大半呢。不过在半路被我们几个小的给吃了，爷爷奶奶总不会和我们几个小孩抢吃的吧？江建国，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娘，几个孩子吃就吃了吧，下回我再给你送去，何必因为这种事跑来闹呢？听到江建国为几个小崽说话，老太太撒泼打滚。大家都来看啊，自己儿子丢下老娘不管了，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两个老的。看热闹的邻居纷纷凑了上来，记得点赞关注哦。听到江建国为几个小崽说话，老太太恼羞成怒。大家都来看啊，自己儿子丢下老娘不管了，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两个老的。看热闹的邻居纷纷凑了上来，他们家这老太太真是有意思，一年不见来几回，一来就闹得鸡犬不宁。我要是那胡春花，我肯定不受这气。老头子见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把拉起老太太，别让人看笑话了，我们来是说正事的。建国，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上班？江建国听到他问这个事，有些心虚。他想说是江寒把他给拦回来的，又害怕他打江寒。我今天没赶对点，没搭上班车。你就护着这个小崽子吧，今天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真是什么事都逃不过村里的情报站。你明天一早就赶快去上班，别被别人给顶了，以后可有你后悔的。妈，我知道了。老太太那点小心思人人皆知，她哪是怕儿子丢了饭碗，分明就是担心以后没人给他钱。听说那江建国每个月的工资都要分出一半给他老娘，他家里5张嘴要吃饭，真不知道怎么想的。爷爷奶奶，这活我爸不干了，明天就去打辞职报告。江寒这句话直接让二老火冒三丈。你个小兔崽子，今天我就替你爸好好教训教训你。这时江寒给江默使了个眼神，江默看到信号后走了上去。爷爷不要打我哥。你们家养的好儿子啊，我真是越看越不顺眼。看着倒地的江默，几人都慌了神。妈，你这就太过分了，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小莫今天要是有事，我跟你没完。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我都没用力。你这老太婆怎么说这种话？你装一个我看看。小韩别说了，先把你弟弟背到卫生院去看看。小莫没事吧？刚才摔得疼不疼？我没事，大哥。大哥，你为什么不自己上，要让我装晕呢？这招我对咱爸用过了，他肯定不会相信我的。一会儿爸妈问你，你就说眼花，这5毛钱给你。父子俩刚从卫生院回来，江建国的工友就赶了过来。老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来找我有啥事吗？此刻江寒已经猜到是煤矿上出事了，前世这个时候就是赵叔来家里给的信。建国，矿上出事了，幸亏你今天请了假。过了许久，江建国才缓过神来。儿子，你做的梦竟然成真了，这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巧的事。这个我总不能说我重生了吧？这可能就是上天的眷顾吧。所以说，爸，你以后就不要再去矿上工作了。小兔崽子，你又在胡说什么？二老又来了，不过这回不同的是，奶奶手里拎着一筐鸡蛋。爷爷奶奶不会想着拿几个鸡蛋来，一切就能先过去吧？今天要不从他们身上薅几根毛下来，就对不起重生这一回。真是晦气，小孩子摔一下咋了？江建国听到这话也有点生气。孩子都住院了，您怎么还说这种话？小东西有那么金贵吗？住院不要花钱吗？快把他给我接回来！
当然要花钱，不过这钱就要由你们二老来出了。咋地？你还想讹人呢？你们打了人，赔医药费，怎么叫讹人呢？赔医药费那是旁人才需要赔，你也管自家孙子，要赔什么医药费？我也管自家孙子，就不要赔医药费了吗？你们不怕丢人，我就更不怕丢人。明天我就挨家挨户问问，看看这医药费到底要谁来拿。建国，你也不管这个混小子，牙尖嘴利的。奶奶，你现在就赶紧回去拿钱吧，不拿钱我就去找村长了。你去找天王老子我都不怕。老两口没想到江寒真把村长叫来了。村长，您来的正好，这爷俩欺负我们2个老的。行了，你们今天干的事整个村里都知道了，你们对自己的孙子都下得去手，还说人家欺负你。老两口顿时有些心虚，没想到这事传得这么快。村长，您说我弟弟住院的钱是不是要让我爷爷奶奶出？是你奶奶动的手，当然该她出钱。那我爸妈这2天要去照顾我弟，上不了班，这误工费是不是也要算？你们家条件不是太好，这钱确实也得出。听到了吗？奶奶，给钱吧，不要给多了哦，200就够了。二老怕得罪村长，只能咬牙给了江寒200块。村长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你娘就是胡搅蛮缠，在村里都是有名的。村长，有没有啥办法，让以后我们2家人没关系了，谁过谁的，谁也不沾谁？你爸从他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能没关系了？不是可以断绝父子关系吗？你胡说什么呢？断绝关系那可是要从族谱上除名的啊！建国，你这孩子是该好好管管了。你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老爸，父慈才会子孝，我爷奶对我2叔3叔和对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有时候就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奶亲生的。听到江寒越说越离谱，江建国上去就是一顿揍。看你小子还敢不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看来想要彻底的摆脱这一家极品亲戚，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不敢了，不敢了。爸，这100块钱给你，给弟弟妹妹买点好吃的。这剩下的100块，我想去做点小生意。你一个小孩子做什么生意？等会把钱交给你娘。爸，您放心吧。说完，江寒便转身离去。妈，小莫还好吗？你弟弟说他头晕眼花，医生建议继续留院观察。对了，你怎么来了？家里怎么样了？江寒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胡春花。真是难得，他们俩竟然舍得给钱。妈，爸爸让我把这钱给你，你能给我10块钱吗？你要10块钱干什么？天热了，我想去卖冰棍。就你那小个儿，比自行车高了那么一点点，能带得动冰棍吗？能带，人我都能带。10块钱我给你，但是你也别想这个门道了，你太小不行的。妈，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胡春花被江寒说服了。行，妈相信你，能挣就挣点，不能挣就算了，但是要注意安全。好嘞。江寒拿到10块钱，激动得不得了，他已经感觉有很多钱都在向他招手了。10块钱够本钱了，先去买个箱子。小家伙，要点什么？要一个装冰棍的木箱子，结实点的。给你，实木箱子，2块钱。出发，去黄土镇进货。好累啊！前世肯定是因为营养不良才长不高，这一世我定要长到1.8米。豆沙味的冰棍，真怀念的味道。手里还有8块钱，全都买了。江寒载着冰棍往北走，离冰棍厂远一些的地方，就开始吆喝起来了。小孩听到这声音，都知道是卖冰棍的来了，全都跑出来看。看到我手里的茶缸了吗？你们家里的麦子和稻谷都能换，一茶缸就能换一个冰棍。我家有麦子，我去拿。吆喝声掠过5个村庄，箱子很快见了底。冰棍都换完了，现在该去县里把麦谷和稻子卖掉了。8块6毛2，今天的收获已经不少了，是个好兆头。回到家，小弟小妹看到江寒手里提的东西，可高兴坏了。大哥，这是什么呀？这是大哥从县里给你们带的零食。小家伙一听是好吃的，抢过袋子就回屋里了。二哥，快来呀，不然我可要吃光光了。大哥，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呀？今天赚了点钱，这是给你的。毕竟为了配合江寒演戏，江默可是在卫生院躺了2天呢，当然要给点好处。谢谢大哥。小寒，今天卖冰棍的小生意怎么样了？不能都告诉妈妈，
要不然自己就不能存私房钱了。今儿个很顺利，冰棍全都卖出去了，赚了3块钱呢。那就好，那10块钱就给你当本钱了，妈不要了，你挣的钱呢？你自己放起来。我知道，我会把钱都存起来的。小韩长大了，都能挣钱了。妈，以后我会让你有花不完的钱，会把你变成万元户，让小莫和娟儿都能上大学。好，我就等着小韩让妈妈变成万元户。江寒心里盘算着，这小生意是干不长的，这个只能是一个过渡，最多就是暑假的时候干2个月，暑假之后怎么办？还得另外想办法，谋出路才行。想着想着，江寒就睡着了。月光漫过藏着私房钱的小河，这将是他撬动命运的第一枚齿轮。转眼就过去1周，小韩还真是有本事，1周赚的钱都快赶上你弟1个月的工资了。是啊，咱家儿子真是有出息了。胡春花心里也都乐开花了，这小子不到处掏鸟窝玩水玩火惹祸，他就已经很欣慰了，没想到还真的挣到钱了。只要有了原始的资金，那就能以钱生钱。我已经看到好日子在向我们招手了。我这才刚刚开始，赚大钱还在后头呢。我说过要照顾这个家的，以后我要让咱家天天都吃上肉。我呸！就凭你这个小白眼狼！江寒听到这刺耳的声音，就知道是奶奶又过来找事了。哼，来得正好，看来今天就是个好机会。江默，你去把三爷爷找过来。好的，大哥。这老太太实在太偏心了，一共有2个儿子，一个被她当成宝，另一个却被当杂草。大儿子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拿出1半给小儿子，只因大儿子不是亲生的。这不爷爷奶奶嘛，还带人过来了。不过请回吧，我们家不欢迎你。臭小子，你怎么跟你爷爷奶奶说话呢？开口说话的正是江寒的二叔江建设。建设别理这个小东西，他不知道喝了什么迷魂汤，六亲不认，这几天处处和我们作对。您二老过来有什么事吗？不会是因为上次的200块钱吧？老太太一想到上次被江寒讹走200块钱，就气不打一处来。不提这事儿，那钱老婆子我认了。现在来说你，江建国，你在家都耽误多久了？矿上的工作你还要不要了？前些天矿上出事了，你们不知道吗？人走路还有摔死的呢，吃饭还有被噎死的呢，难道都不走路，都不吃饭了吗？矿上也不可能3天2头出事，那些人被埋在下面，只能算他们倒霉，这工作可不能不要。江建国听到这话，心顿时拔凉拔凉的。100年不出一回事不要紧，出一回事就要后悔一辈子。这次亏的是小韩拦着了，要不然的话被埋在底下的就是建国了。这是他们的命不好，再说我儿子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就是大哥不去挖煤矿，你们一大家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吃什么用不着你们操心，不然让我爸把这工作退下来让给二叔。二叔你也不想天天在家啃老吧？那怎么能行？建设怎么能去干那么危险的活？江建国听到这话浑身一僵，脑袋里一片空白。危险我爸担着，钱你们拿走1半，这是拿我爸当牛马使唤呢。我现在严重怀疑我爸是不是你们亲生的。二老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心虚。你这小东西再乱说话，我撕烂你的嘴！建国，你别听这小东西瞎说，你明天该到矿上去就赶紧去，这工作丢了实在太可惜了。江建国心灰意冷，这工作我不干了，你们谁想去谁去吧。二老气得够呛，江建设想打圆场，毕竟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哥你好好想想，毕竟爸妈年纪大了，以后还指望你养老呢。你给我闭嘴！从小到好吃好喝的，他们都只留给你，这我就不说了。但是这些年，他们每个月从我这拿钱，也都是给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去上班也行，但是每个月还是要给我们100块钱。这话给江寒气笑了。你们在做什么白日梦呢？凭什么给你钱？就凭我是他老娘，儿子孝敬老娘天经地义。陈玲，你还有脸说这种话？三爷爷，您可算来了。在前世的记忆里，江寒记得三爷有次喝多了，把父亲的身世说了出来，但当时江寒还小，不懂事。这次把三爷请来，就是想要搞清楚真相。老三，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建国对你们一家还不够好吗？你们怎么还是不知足？你个老东西，我问我儿子要钱，管你什么事？接着老太太对着三爷就是破口大骂：你这疯婆子，迟早遭报应。江寒一看时机到了，三爷爷，您说句实话，我爸是我奶亲生的吗？陈玲，闹到现在这样，你别说我不给你留情面，你爸就是他捡来的。三叔，您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到了这一步，老太太也只能摊牌了。他是我捡的又怎么样？是我给他养大的，现在让他给钱养我们，有什么问题？你哪里把我爸当儿子了？你就是拿我爸当赚钱工具。这疯婆子也是狠心，当初建国才13岁就被赶出去扛化肥。三叔，您别说了，我最后叫你一声娘，我们以后断绝关系吧。你说断就断，我从小给你拉扯大，这笔账还没算呢。行，那我们现在就去大队算清楚。去就去，我还怕你们不成。建国，断绝关系可不是儿戏，你真的想好了吗？不行，你再回去想想。不用劝我了，村长，我已经想好了，和他们彻底断绝关系。你说你们造的什么孽？村里人都知道建国是个大孝子，你们还能把他逼到这种地步？不行，要断绝关系，也不能就这么断了。那你想怎么断？想要断绝关系也可以，他必须得给我们赔偿。你想要什么赔偿？到现在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也不用顾忌什么了。他江建国就不是老江家的孩子，他就没有道理得到老江家的宅子。要断绝关系也行，那就把宅子给让出来。建国，你看这宅子是你们江家的吗？这宅子明明是我家的，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还是我妈去娘家借的钱，你出过1分钱吗？那房子下面那块地呢？那地总是我们家的吧？那块地的确是他们家的，当初你们分家的时候，那块地就划给他们家了。哼，村长，我看你就是偏袒他们家。我本就是想从中调解一下，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就不管了。你们现在就进去按手印吧。村长，就算这宅子不是江家的，可是我大哥也不是河西北疯长大的吧？爹娘把他拉扯大，本来还指望他养老呢，但你看他现在这样。就是，总得补偿些钱给我们养老吧。村长一听，觉得说的也有些道理。建国，你觉得呢？那你算算，看要多少钱？三人一听就来这儿，聚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儿。至少这个数。500，行啊，等会就给你。瞧不起谁呢？是5000块对于江寒一家来说，不吃不喝都要攒上好几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咱们村有人能拿出5000吗？没钱就把你们的宅子拿来抵债。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那我们就来好好算算。我爸结婚前3年都在矿上上班，这3年每年的工资都上交，1个月200块钱，1年也有2400，3年7200。结婚后每个月给你们150，1年1800，7年12600，加上7200，一共是19800。把你养他的这5000给扣下来，另外再给你2000当感谢费，剩下的12800你们还给我们吧。江寒一番话把他们搞迷糊了。老太太怎么也没想到，怎么7算8算的反过来倒给他们钱了。儿子，怎么回事？怎么我们还要给他们钱了？娘，我们应该要5万的。对，我们要5万。够了，你们有没有把我这个村长放在眼里？你们赶紧把钱给他们吧，要算就彻底算清楚，别以后两家再扯皮。哪有这个理儿？我养大一个孩子，给他娶了媳妇，回头我还欠他的了。看在你们对我爸的养育之恩，这钱我们不要了，但是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你们看着办吧。您二老以后好自为之吧。小寒、春花，我们回家。既然这样，那你们就进去按手印吧。直到现在，老太太心中才有悔意，但为时已晚。1周后，邮递员给他们送回了一封信。原来是江建国把煤矿上的工作让给了江建生，他自己另外又找了个活，在化肥厂帮人扛化肥。妈，我爸现在这个活也不能干。不让他干了，他又能干啥呢？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家里人口多地少，你爸不找点活干，咱们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妈，我这不是找到了赚钱的门路了吗？你看我才几岁的小孩，我卖个冰棍1周就能挣了不少钱，那要是换成我爸来干，不比我挣得多吗？如果他回来卖冰棍，夏天还好，冬天怎么办呢？我早就想好了，夏天一过咱们就蒸馒头卖，你蒸的馒头就可以。蒸馒头，那能卖得动吗？能，你在牛集上支个摊儿，肯定能卖得动。不如我们明天就去把我爸给叫回来。要不我们先试试，生意好了再叫你爸回来。不行，生意一旦做起来就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了。唉，那好吧，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你爸。第二天，他们一家搭车去了北市。江寒很快就找到了化肥厂，此时江建国正在装化肥。爸，你们怎么突然来了？出什么事了吗？家里没事，我们是来叫你回家的。我在这干活干得好好的，怎么能回家呢？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江寒就把他跟胡春花商量好的事都告诉了他。江建国顿时有些火气。小韩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吗？我怕你累着。他这一句话把江建国的火气给扑灭了。小韩很能干，现在已经挣到钱了。可我现在不干不行啊，我在这都干了10来天了，现在要是走了的话，1分钱的工资都没有，70、80块呢。那这70、80暂时就别要了，咱们回家挣大钱去。做生意有赚有赔，你怎么就敢肯定能赚大钱呢？我梦见我们家时来运转了，肯定能赚大钱。江建国眸光一动，时来运转，真的吗？他想起了上次江寒拦着他不让去煤矿工作的事，难不成家里真的时来运转了？暂时就听小韩的吧，万一做生意不行，过了年再出来找活干。回家后，江寒带着江建国一起去进冰棍。到了冰棍厂，江建国一次性把整个箱子都给装满了，然后按着江寒给他规划的路线去卖。果然好卖得很，跑最少的路，卖最多的东西。小韩，现在天还早，我们要不要回去再进1箱货？不能再进货了，再进货恐怕卖不出去了。冰棍就中午这会儿才好卖。江建国点了点头，就带着这200多斤的粮食回牛集去卖。这一天，他们的收入果然比江寒跑3天收入的都多。江建国十分意外，没想到这种小生意利润居然这么高，只要能卖出去，那就能赚钱，比上班赚得多，而且还能早早的卖完，回家还能帮家里干点活。这边卖冰棍的事稳定了，要开始筹划蒸馒头的事了。第二天，江建国出去卖冰棍，胡春花和江寒准备到村上卖馒头。他们进了一个村庄，江寒立刻扯着嗓子吆喝了起来：卖馒头了，卖馒头了，1毛钱一个。胡春花有些害羞，不好意思吆喝：妈，做生意就得吆喝，你要是不吆喝的话，人家不知道你卖什么。你今天吆喝一嗓子，明天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胡春花听他这么一说，也红着脸吆喝了起来：馒头了，卖馒头了。这里走乡串户做生意的不多，他们俩这么一吆喝，村里的小孩都围了过来。送你们一个馒头，你们回家告诉家长，我家馒头可好吃了。过了一会，人果然多了起来。我们这是背过来的，所以1毛钱一个。你们要是到我们的摊子上去买10个可以多送1个。摊子就在牛集的十字路口。他们心里想着馒头偶尔吃一下就可以了，谁还能天天吃吗？都没怎么在意，但却听到了心里，买10个就可以送1个，感觉像是占了便宜一样。第二天，江建国没去卖冰棍，而是帮胡春花一起蒸馒头。等到下午，江建国按照江寒说的路线和方法出去卖馒头。江寒和胡春花在十字路口看摊子。新鲜出炉的馒头了，快来买呀！小朋友，你这馒头怎么卖呀？1毛钱一个，我们家的馒头买10个可以多送1个哦。给我来10个。我要20个，多送2个吧。馒头很快就打开了销路，来馒头摊子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没想到馒头真的全都卖出去了。小韩，还有人来得太晚，都买不到馒头了，要不我多做一些？不能做的太多了，买不到的他明天就会来得早一些。你要是做的太多了，卖不出去的话，就会剩下来，到时候会影响口感，坏了咱们的招牌。好了，全都听小韩的吧，做的太多，咱们自己也累。胡春花本来还想再坚持一下，但见他们爷俩都达成了一致，也就默认了。家里面粉没有了，我去店里买些面粉。爸，不要去店里买，咱们家面粉需用量大，我们直接去面粉厂进货就好了，可以让他们送上门，价格也能便宜一些。小韩说的对，这样确实划算不少。行，那就按小韩说的办。独一份的生意自然好做，要是有了竞争者，那就另当别论了。好景不长，很快就有其他人留意到他们的生意。不到2天，牛集上出现了第2家卖馒头，还占了胡春花他们的摊位。你看看，他们竟然抢咱们的位置！妈，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要和气生财。江寒害怕胡春花要是跟他们有肢体上的万一伤着可就不好了。他现在太小了，根本保护不了妈妈。晚上，江建国回来，胡春花把这事一说，他顿时气得不得了。咱们去各个村庄里宣传的时候，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口舌啊！我们好不容易把名声打开了，可这一家倒好，来了就捡现成的。你们不要生气，不能咱们买馒头就不让别人卖呀。我们可以弄个招牌，咱家的馒头香，人家都会来买我们家的馒头的。也行，以前人家做生意就是带字号的。说干就干，他们立起了一个字号，立的是胡。爸，为什么不用江呀？毕竟已经分家了，咱们不是江家的人了，所以就用你妈妈的姓吧。虽然对手家的生意比不过江寒家，但是江寒家的生意还是受到了影响。转眼间就到了9月，要开学了。
爸妈，马上要开学了，这个学期我不去上学吗？江建国和胡春花都觉得江寒年龄还小，还想着等到他10岁的时候再送他去上学。你才7岁，别人都10岁才上学。不行，我今年就要去上学。别人家的小孩都不想去上学，你却主动要去上学。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去报名吧。建国，你怎么来这了？这孩子非要来上学，我嫌他小，他还等不及了。你家这孩子以后上学肯定成绩好。哈哈，希望如此。来报名的孩子都是10来岁的小孩，江寒是最小的一个。跟一群小学生在一起上学，哎，算了，现在我也算是老黄瓜刷绿漆，可以装嫩了。不对，学校里这么多的小孩，全都是我的潜在客户啊，得赚钱。他丝毫不觉得自己赚小学生的钱有什么不对劲，后市的某个大公司不就是专业赚小学生钱的吗？报了名之后，江寒就往东南的天口县城去了。这里的物价比我们家便宜得多。江寒到达天口县的大批发市场后，批发了一大堆的学习用品。这些小零食都是3无产品，吃了对身体不好，还是算了，赚钱也要坦坦荡荡才行。买3个作业本可以另外送1样东西，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刀，随你选。那些小孩们都纷纷动心了，回去就跟家长要钱买作业本。这些小东西虽然很便宜，但是利润却很高，基本上可以翻1倍。由于商品质量好且价格公道，江寒很快在学校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然而，这也引起了校内代销铺韩老师的不满。你知道你干什么来了吗？江寒知道他们家是开代销铺的，也知道自己这是触动了他的利益，8成是来找茬来了。他得小心应付，不能跟老师硬碰硬。上学来了。你不好好上学，天天在学校里卖东西，会影响同学学习，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以后还在学校里卖东西吗？不卖了。韩老师这才满意，又把他给教训了一顿，让他回去了。江寒又想了一招，放出消息出去，问哪个同学要东西，就提前跟他说，他从家里给带过来。没想到有人打报告给韩老师，韩老师知道他还在卖东西，但是也抓不住他，就开始给他穿小鞋。下了课就指挥他干活，不让他闲着。上课的时候又找他的茬，把他给撵出去，让他站到教室外去。这老师分明是公报私仇。算了，还是等到期中考试再说，考出个好成绩出来，看他怎么收场。整个学校的老师都觉得江寒不是个好学生，天天挨罚，能是好学生吗？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江建国的耳中。爸，你今天没有出去卖馍吗？没有，你过来，我有事要问你。爸，这是怎么了？你这么严肃，搞得好像发生了什么很大的事情一样。我问你，你在学校里上学怎么样？没怎么样啊，一切都好。我还想着去借点书来看，1年级的东西太简单了，我想看更深奥一些的东西。总不能在小学里混5年吧？我可不想把太多的时间都耗费在这里，我还得赚大钱呢。不如直接跳到5年级参加考试，明年就可以上初中了。年级都还没学完，你还想看其他的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学校里天天被罚，你要是好端端的老师会罚你吗？这你就不知道内情了吧？韩老师家在学校外头不是开了小卖铺吗？我在学校里卖本子，同学都不去他家买本子了，他赚不到钱了就故意找我茬，每天不让我听课，故意罚我站。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总是处处针对我？我上课多眨巴一下眼，在他眼里都是错。不过罚站也好，我拿着书出去自己学，我还懒得听他讲课呢。那些东西太简单了，翻过来讲翻过去讲，一点意思都没有。把书给拿过来，这道题怎么做？江寒嘴角抽了抽，老爸这是在考我呢，1年级的数学能有多难？他认认真真的把这道题给说了一遍。江建国又挑了几道题目进行测试，江寒全都答对了。你真的都知道？我知道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太简单了，倒不如去借一些2年级、3年级的书回来看。如果能看得懂的话，我们就可以挑1级，这样不就可以省一些学费了吗？你这小子，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钱上，咱家还不需要你用这种方法来省钱，你只管安安心心的上学，挣钱的事就交给爸来。至于你说的跳级，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江寒激动得很，只要打通江建国这一关，他心里就有底气了。就这样，江寒在每天的被罚站中，终于迎来了期中考试。小学1年级的题，对我来说简直不要太容易了。江寒拿着卷子目不斜视，刷刷的写了起来。别人都才写了几道题，他就写完交卷了。
监考老师看到他这么早交卷子，还以为他交了白卷。竟然写得这么好，不对呀，这孩子调皮是整个学校都有名的，天天被罚站，课都没听多少，怎么可能考得好？韩老师改到了江寒的卷子，面色黑得不得了。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卷子是江寒写出来的，他天天都不让他听课，怎么可能考100分？第二天数学课上，韩老师宣布江寒0分，并要求他下课后到办公室谈话。到了办公室，江寒发现还有个科的老师，连校长都在。江寒，你平时不好好读书就算了，还抄答案。我没有抄。你没有抄，你能考满分？你天天上课捣乱，你能考满分？你作业不交，你能考满分？看来你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像你这样的学生，将来长大了也会是一个祸害，根本就没有培养的价值。韩老师，你空口白牙就说我抄吗？证据呢？就算是到法院里去打官司，也要讲究证据的吧？你能拿出我抄的证据来吗？办公室里的老师都朝这边看了过来，没想到江寒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牙尖嘴利的，还证据？你的卷子就是证据。我再说一遍，我根本就没抄，你这是在诬赖我。你要没抄，我把头给你当皮球踢。江寒冷哼了一声，但凡说出这种降智商的话的人，打赌最终一定是输。我说有没有抄很容易就可以印证，你重新给我出卷子，我当场写不就好了？如果我能写得出来，你赌什么？韩老师一时语塞，显然没有预料到江寒会提出这样的挑战。如这样，如果我没有抄的话，你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我道歉；如果我抄了的话，那我就自己退学，你看怎么样？韩老师试图用气势压住江寒，但发现这招对江寒不起作用。行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别到时候你说了不算。任校长、刘主任，希望你们给做个见证。你还跟你老师认真了？老师就算是说你哪句不对了，你还非要揪个是非黑白吗？当然得说个是非黑白出来。这半个学期以来，韩老师就没让我去听过他的课，为什么别的老师不罚我，偏偏数学老师罚我？江寒这么一说，其他老师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向韩老师。韩老师被他说的咬牙切齿，拿起书来就想拍他。韩老师，你是恼羞成怒了吗？事实胜于雄辩，你诬赖了我还想打我？韩老师，消消火，别动手。韩老师故意针对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就是我卖本子妨碍到你了吗？所以你才会天天把我给撵出去，不让我听课。好在我聪明，要是换成其他同学，半个学期不让听课，那还上什么学？你因为你那小卖铺的一点蝇头小利，耽误别人的前程，毁坏别人的一生，你这样做可是缺德啊！最后一片遮羞布被扯下，韩老师气得直喘气，脸色涨红。以前就听说你伶牙俐齿的，今天一见果然没有虚传。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可不想背负这样不好的名声。倒是韩老师是不是不敢打赌了？韩老师确实不想跟他打赌，但是话赶话都赶到这份上了，他能推辞吗？如果他这个时候推辞，不是显得他很心虚吗？江寒，既然你自己找不痛快，我就让你心服口服。韩老师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挑战，拿出多余的试卷让江寒当场语文、数学加在一起，一共就10分钟交卷。江寒写得飞快，令在场的老师们震惊不已。一定是你把这些答案都给记下来，这是你刚写过一次的卷子，这个不算。我的记性如果好到可以过目不忘了，我又何必还要再去抄呢？韩老师，你这不是自打嘴巴吗？韩老师再次拿出去年的卷子，江寒依旧满分，韩老师仍不信邪，想要继续测试。韩老师，还要写多少份你才肯面对事实？知道我为什么会写吗？就是因为你天天不让我进去听课，我在外面自学，我自学的都比你教的好，所以有没有你这个老师，对我来说压根就不重要。江寒的话语如同重重一击，直接打击到了韩老师的自尊心。那就不写了，你先回班上去吧。韩老师想先把江寒给糊弄过去，但是江寒可不干。韩老师想说话不算数吗？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啊！等一会就要做广播体操了，你就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公开向我道歉好了，不用再等。韩老师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恼羞成怒，又抬起手来想打他。韩老师，结果怎么样了？就在这时，校长的声音打断了他。校长一看到韩老师的脸色不对，就知道肯定是他诬赖了江寒。给校长一个面子，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是韩老师说错了，你考了200分，这次奖状有你的。任校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这个面子我给不起。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他不让我听课，我自己能自学，是因为我稍微聪明一点，
要是换成其他的学生呢？人家交了学费了，到学校来被老师故意找茬不让听课，那不是毁了别人一辈子吗？这件事我不能让步，韩老师必须得公开向我道歉，要不然我就去教育局要个说法去。任校长没想到这个家伙连教育局主管学校的事都知道，江家这个小鬼比他听说的还要难缠。这学生管不了了，把他家长给叫过来，现在就没大没小的，不好好管束，以后到社会上还得了？社会上有警察叔叔管我，不用你管。现在你必须向我道歉。我虽然是个学生，但也是合法的公民，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你今天要是不道歉，这事就没完。韩老师让一个江家维的学生把江建国叫了过来。江建国到了办公室，韩老师添油加醋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校长也陪笑着说韩老师有多么负责任，怎么样的。江建国听老师说完了之后，看向江寒，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寒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又把他做的卷子都拿给他看。老师这事办得确实不妥，你既然跟他已经打了赌，那就愿赌服输呗。我们家江寒虽然小，我们可没将他当成小孩来看待，他在家就是一个小大人，难怪你们弄得这么僵呢。小孩不能惯，这不是我惯我家小孩，现在是你打赌输了，要是我小孩打输了，你肯定要把他给撵出学校了吧？给韩老师留点面子吧，当着全校的那么多的学生，实在弄得有点下不了台，以后他还怎么去教书？让韩老师这里给你道个歉算了。这样也行，但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要跳级，韩老师太差劲了，人品不行，教书也不行，所以我不愿意在他班上待。我现在要求跳级。你知道什么是跳级吗？我知道，我现在要求跳到5年级去，明年的暑假我就能考初中了。他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实话告诉你们吧，小学的课本我全都看完了，我确定能考上初中。不相信我的话，拿5年级的卷子给我做呗，考过了就上5年级，考不过再说。刘老师一听也来了兴致了，难不成这江寒还真是天才不成？他就拿了5年级的试卷给他做。满分，一道错的都没有，真是怪了，难不成真是天才？校长也止不住的激动，这江寒是真聪明啊！毕竟我这7岁的躯壳下装的是一个成年人的灵魂，这样光明正大的作弊，貌似有些不好。不过我装的也应该没有破绽吧？教导主任刘老师立刻就拍板让江寒进了5年级。其他老师看到他，眼睛都发亮。要知道整个5年级也没有考满分的呀，就算是数学能考满分，语文也不可能满分啊。老韩啊，你赶紧跟江寒同学道歉吧，咱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韩老师虽然脸色不好，但是现在校长都向着这个学生，他也没办法了。是老师的错，你别再怪老师了，老师也不希望你投机取巧。江寒知道韩老师心里不服，但也知道不能再深究下去，以免显得得理不饶人。韩老师，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还有，请你们这些当老师的，不要随意打击学生。你们有时候纯粹是有口无心，但你们却不知道你们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他这话说的倒是非常诚恳，因为有许多的学生的积极性就是被老师给弄没了的。韩老师尴尬的笑着，其他的老师听着也觉得有些感动。放学回家，江建国已经把他上5年级的事告诉了胡春花。小韩，你才上1年级，怎么就跑5年级去了？我提前看了书了，那些知识我都会了，所以就上5年级去了，明年就能上初中了。你真的都会了吗？会了，你就放心吧，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让我跳级啊。胡春花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村里的学生回去都跟家长说了，他们还当是孩子胡说八道呢。晚上到江寒家来串门，才知道是真的，他们都纷纷称奇，没想到江寒这么聪明。这一天，江寒放学回去，意外的发现江建国在卖馒头。我妈呢？你妈生病了，在家里躺着呢。江寒顿时就着急了。我妈怎么了？没什么大事，要在家里躺几天就好了。这几天你回家别吵她，知道不？江寒点了点头，没心情帮他卖馒头，赶紧回家去了。江寒进门看到江默和江娟坐在院子的地上玩，也没理他们，进了屋去了。胡春花正在床上躺着。妈，小韩回来了。妈，你怎么了？咋不去医院？去过了，妈没事，躺2天就好了，别担心。江寒眼睛一扫就看到了桌子上一包一包的药，都是草药，草药袋子里还有药方，都是保胎的药。妈肯定是动了胎气，要好好注意才行。爸，我妈现在身体不适，不如我们找个人来给我们帮忙。我一个人可以。
可是我妈还需要人照顾，我妈要给我生个妹妹了吧？之后要是生了妹妹，还得照顾妹妹，就没有时间做馒头了。说的也对，你看请谁好？我看三奶就挺好的，人干活麻溜，家里也收拾得干净，不如就请三奶。那都听你的，我去请你三奶来帮忙。不是帮忙，是雇他来干活，1个月给他200块，他肯定能干。江建国想了想，这是要长期在这里干活的，不给钱确实说不过去。他就去跟任中梅说了。第2天，任中梅就过来帮江建国蒸馍，江建国就管卖馍。江寒的名声在附近越传越大，有人到江建国的馍摊这里打听，听说他真的是从1年级跳到了5年级，都纷纷来买他家的馍。他们总觉得吃了他家的馍，自家的孩子也能变得更聪明一些，江寒家的生意更红火了。而他们的对手却没有支撑多久就不干了，江寒家又成了牛集唯一一家卖馍的了。爸，你留意牛集的门面房，到时候我们直接盘个门店，就不用拉着东西来回跑了。行，我明天就去看看。任中梅在村里是有名的大喇叭，把江寒给夸得好上天，好像从头到脚都包了金子似的。江成军老2口都快气死了，儿媳妇王秀也气得不得了。她也怀孕了，但是她怀孕了还得到田里去干活，别人怎么干她也得怎么干。看看胡春花，怀孕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干，好吃的还得紧着她吃。王秀嫉妒的牙痒痒。啊，我看大哥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有了发财的门路，故意要跟咱们断绝关系的。你看看他们现在过得多快活，要不是他故意使坏要跟咱们断绝关系，现在那馒头汤不就有咱们的一份了吗？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我听说三婶和三叔去帮忙，1个月500-600块呢。陈琳本来就看江建国不顺眼，这会儿听到王秀说，心里就更加生气。老三凭什么帮他们干活？我们家也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呢。你去和江成运说说，让他和任中梅别再去帮江建国干活了。江成军被妻子磨得没办法，去劝说江成运不要继续帮助江建国。乡亲们，你们都出来看看，陈琳他们2口子干的都是什么事？他们把建国一家逼得走投无路，断绝关系就算了，还不许旁人跟建国家走得近。建国让我们去帮忙，月是给钱的，而他们是让我们白白的去当劳动力啊！你们看看他们干的都是什么事？挑拨我们2口子打架呢，缺德不缺德？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村子，吸引了众多村民围观。三婶别说了，咱们不都是一家人，你何必呢？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是你跟在后头挑唆，你们家不会出这么多事。江寒放学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正在吵架，便去问明了事由。我原本是想着到明年暑假看看能不能有什么项目能帮助我们一个村子的人发家致富的，但是村里有人闹事，我看啥时候都富不了，还是算了吧。实在不行，回头我们搬出江家围算了。之前不觉得江寒家蒸馍能赚多少钱，但是现在看看他们家都能雇人干活了，肯定挣了不少。就是，要是他真的能有项目带动村里的人赚钱，那不是更好吗？你们是不是不想在江家围了，还想不想过日子了？任中梅见好就收，不再说话了。王秀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着说着自己的委屈。人家其实早就不耐烦了，自己一肚子的委屈都没地方诉说呢，谁还想听别人的？小寒，你真的有什么办法要带村里的人赚钱吗？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想好要干什么。你是咱们江家围的希望，不管以后有多大成就，可别忘了咱们江家围啊。肯定忘不了，你放心好了。村长满意的走了，江寒就认真的思考了起来。前世江家围的人过得并不好，本来就不大的村子，越过人越少，或许这次真的能改变身边人的命运。眼看就期末考试了，这个年代小学是不学英语的，地理和历史也不用考试。江寒考了200分，全年级第1，这个让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他最近一直在想怎么改变江家围所有的人命运，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大概是他重生的意义和使命。江寒，恭喜你呀！我还得谢谢校长呢。教育局很快就会带着县电视台的人来采访你，你可要做好准备。采访？上电视吗？你不要紧张，先去看一下采访稿吧。我不想接受采访。为什么？上电视不好吗？我想好好学习。这是上头的意思，就问你一些话，拍几张照片，你不用担心。树大招风，我现在什么成就都还没有呢，搞那么大动静干什么？再说，万一遇到什么得道高人，看出我是重生的，可就完蛋了。
江寒内心又担心又抗拒，那就只接受采访，不露脸。我看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采访过后，很快当地县电视台就报道了这件事，知道这新闻的人都羡慕不得了。都怪你，当时要不是你，我也下不定主意跟他们断绝关系呢。娘，我也不知道呀，早知道是这样，之前就不应该跟他们断绝关系。王秀这一天走娘家，恰巧遇到了韩老师的媳妇王月红，两人是一个村子的。王月红还是王秀本家的姑姑。王月红见了王秀，就跟他打听江寒的事。王秀把江寒说的一文不值，还将断绝关系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江寒的身上。那小鬼聪明是聪明，但是人品不行，翻脸不认人。王月红本来心里就不高兴，这个小子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让他男人颜面全无，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现在他倒是出了不小的风头，他男人在学校里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所以他一直就想找江寒算账。你想不想好好教训教训他？当然想了，做梦都在想，要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丢那么大的人？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回去跟你婆婆公公他们说，一准能给你们解气。这一天，陈琳来馒头摊前买了5个馒头回去，胡春花也没留意。结果第二天，陈琳就闹到了摊子前。你们黑心黑肝，做的馒头不干净，我昨天吃的拉肚子拉了一夜，你们总要给个说法。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信口胡说。陈琳大声喊叫的厉害，并且挡住前来买馒头的人，不让他们买，而且还嚷嚷着掀摊子。你先吧，值多少你赔多少。老太太本来想掀的，但是害怕赔钱也没敢掀，转过去跟来买馍的人说他们家的馍不干净。她闹得非常厉害，明摆着就不让胡春花他们做生意。江寒和江默说了几句话，就让他去派出所叫警察去了。警察叔叔，有人在街上闹事，还有孕妇，你们赶紧去，恐怕去的晚了要出人命。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这一家卖不干净的馍。昨晚我买了馍，吃了之后就拉肚子，我家老头子已经拉得起不了床了。你有没有拉肚子？是不是吃的我家的馍拉的肚子都还是两说。我们一个村，你如果真的是吃了我们家的馍吃出了问题，为什么早不找晚不找，非要等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出摊的时候来找？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吧。天地良心啊，我怎么可能是来找茬的？我趁着这么多的人来，就是为了拆穿你们的真面目，免得把老百姓肚子都给吃坏了。吃我们家的馍可不止你一个，很多人都吃了我们家的馍，有谁拉肚子了？我不管，你们必须得给我个说法。正好警察同志来了，让警察同志还我们一个公道。警察叔叔，这老太太和我们家不和，不相信你可以到我们村里去走访走访。还有她说我们家的馍有问题，那她得拿出个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在污蔑我们。就算是打官司打到了法院，法官也是谁主张谁举证。你就是江寒吗？是我。怪不得呢，一般的小孩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你说的有道理。老太太，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我都拉肚子了，我家老头也拉肚子了，在床上都下不来了，难道还能有假？他们做这些不干不净的馍，把老百姓的肚子都给吃坏了怎么办？你们难道不该把他们给抓起来吗？你们大家来说说看，你们有谁吃我们家的馍之后就拉肚子了？我都买了好几次了，也没拉肚子呀。我也是，确实没毛病。你看我随便找了几个人问问，他们都没事，就在你那里有事。我看这个压根就不是馍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人证物证，你就是在诬赖我们。我可以反过来告你损害我们的名誉权。既然你们都不肯各退一步，那就到江家围去调查一下吧。走，我们去江家围。到了江家围，警察四处走访调查，村民们对这两家的事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昨天的馒头还有吗？还有一些，我们会带回去送检的，你放心吧。检验结果显示，馒头上确实沾了泻药粉，但内部并没有，很明显这是人为弄上去的，而不是在制作过程中添加的。很快，警察就调查到王秀在卫生院买过泻药，医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是给别人买的。既然医生指认了你，你就老实交代吧。是王月红给我出的主意。警察立刻派人带来了王月红和陈琳。你为什么要陷害人家？我没有陷害人，我就是吃了他们家的馍肚子才不好的。既然你不认罪，那你就在这里好好想想，等你想清楚了再说。警察说完就把他关了起来，陈琳顿时就吓坏了。王月红一听警察叫他去，他也有些害怕，
她让丈夫韩老师陪着她一起去的。她一见到王秀和老太太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警察还没问，她就不打自招了。你们叫我来干什么？这事跟我没关系啊！你是主谋，还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吗？就是到法院去起诉，你的罪名也比他们更大。你以为你给他们出了主意，自己不动手就可以借刀杀人了吗？王秀都已经招了，你还不把自己做的事都给交代了？王月红吓得浑身发抖，只好把自己给王秀出主意的事都给说了一遍。江寒家跟你有什么矛盾？你好端端的就要陷害他们家，他们家要是能原谅你，你就不会有多大的损失；要是不原谅你，你就等着吧。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又不是要投毒杀人。警察同志，我都说了。那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想让他们长教训，他们跟我们断绝关系，我心里有气，想出一口气。按照你做事的这个风格，人家跟你断绝关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不管有多大的怨多大的仇，这种昧着良心的事是不能干的。你都活了几十岁了，难道这样的道理你还不懂吗？我知道自己做错了，现在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就要看他们家了，要走公的还是要私了，都是你们商量的。老太太心里害怕，万一真的要走公，那可怎么办？她可不想坐牢。昨晚一个晚上她就被冻得够呛了，要是以后真的要坐牢，那她肯定会死在里头。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尽量让你们能私了，都查清楚了，现在就看你们想怎么处理了。我们准备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他们吓到了我妈，我妈现在身怀6甲，经不起这样的吓，而且他们还妨碍了我们做生意，损害了我们的名誉，他们必须对我们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那你们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私了，能私了的话就没有必要打官司，这都快过年了，弄个官司多交心，再说打官司太麻烦了，耗的人啥都干不成。私了也行，不过要让他们都长记性，一个人200块吧。卢警官感觉他要的有些多，但是没有说话，他不过是从中进行调解的，才不管他们钱多钱少，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行了。张嘴就要200，当抢钱呢？不愿意的话，那就等着坐牢吧。要200确实有些多了，要不然你们一家拿150，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行，就100块。那我们就走公吧。我拿。娘，现在都什么时候？我还怀着孩子，可经不起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你要拿就拿，不拿就算了。我先回家拿钱去了。我给还不成吗？王秀被罚了200，陈玲被罚了200，你少说也得要300。你是主谋，肯定要拿得多一些。不行呀，我上有老下有小，就老韩一个人去教书，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呀？这是你要跟江建国他们商量。你们就大发慈悲，可怜我们吧，不要让我们赔这么多钱，我们真的没这么多钱。再说这件事都是他们干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师母，你还是赶紧起来吧，您这一跪我们可受不起。现在你说起自己的难处来了，你在给他们出主意来害我们家的时候，你就没想过后果吗？到现在还在说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见你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错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干嘛要原谅你？干脆撕破脸算了。能私下解决已经是大幸了，要是经过法院，事情就闹大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王月红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赔偿300元。老韩，我们这不是在讹人吗？怎么能算是讹人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赔偿，我们要传扬的人尽皆知才行，要不然别人都当我们是好拿捏的。今天这个想来找我们的茬就来找，明天那个来想找我们的茬就来找，那我们还有安稳的日子吗？我今天之所以要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要敲打那些眼红咱们家、心里不安稳的人。别多想了，都听小韩的，这小子像个小大人，有主意呢，咱们就好好的配合他就行了。胡春花这才点头，江建国就忙着去做饭，中午搞一桌好菜，这边一片祥和。老太太他们那边就不一样了，老爷子说他老糊涂了，江建设也埋怨他，干嘛还要去找江建国他们的茬。老太太气得病了，王秀住在娘家不回来了，还托人来说要分家。王月红这边到家之后被韩老师打了一顿，他也回娘家去了。韩老师把王月红给打跑了还不解气，他是个欺软怕硬的人，经过上一次跟江寒正面冲突之后，他就知道这个小孩不是好惹的，尤其是他们家现在已经成了县里的名媛。这臭婆娘还没眼色，不去巴结还要去招惹，也不想想能不能惹得起。
弄不好我的工作也要丢了。这个败家的娘们，真是好事找不着她。果然，才过了2天，校长就知道了这事。韩老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不想想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这件事要是传到了教育局，我可就保不住你了。这事我确实不知情啊，都是我家小孩他妈背着我干的，我都做错过一次了，不可能一直再错下去啊！你看这要怎么办才好？现在想要保住你的饭碗，你最好提着东西去找江寒他爸妈赔礼道歉去。韩老师想了想，可以试试，总比丢了饭碗强啊。于是他提一些礼品去了江寒家。韩老师，你来就来了，怎么还带东西了呢？我今天是负荆请罪来了。哎呦，韩老师说的什么话？我家里的办了件糊涂事，得罪了你们，这事我实在不知情，还请你们见谅了。哎，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不打不相识吗？韩老师何必还要纠结呢？这件事跟韩老师没关系，不也是没查到韩老师身上吗？话是这么说，我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你们，都怪我没有把家里给管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江建国当然也就借坡下驴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经过一番交谈，江建国邀请韩老师留下吃饭，双方关系得以缓和。这些人果然都是捧高踩低的。他现在是因为我上了电视，害怕自己的饭碗不保，这才来赔礼道歉。要不然他会来赔礼？算了，本来也没打算把他怎么样。经济改革后，很多以前认为铁饭碗的工作都会保不住，老师的日子也不好过。前世有很多老师都下海打工去了，那时候能坚守在岗位上的都是很了不起的。算了算了，不想这个了。过完年之后要给村里找个什么样的项目呢？这事情就这样落下了一个尾。到村边，江寒正好看到了江流凯，三奶老来得子，宠他宠得不行，自己还要管他叫小叔呢。不过直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小叔，你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还没，假期还长着呢。怎么啦？你有什么要帮忙的没？你想不想跟着我做生意？好啊，你要做什么生意？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买鞭炮，你说我们要不要去进一点鞭炮回来卖？你知道去哪儿进货吗？知道呀，我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卖。你要愿意卖的话，我就去进。愿意。到家后，江寒就跟江建国商量，去批发一些烟花炮竹回来卖。江建国本来一门心思就扑在这馒头摊的生意上，听他说要去买烟花炮竹，心里也没底。那个能卖吗？能啊，现在就可以去进炮竹。这个东西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就算过年卖不完，到正月15也能卖。你这么说，是不是知道去哪里批发了？嘿嘿，明天你跟着我去就好了。第二天，到了天口县的批发市场后，江寒开始了实地考察。他们一连问了好几家，有一家比较便宜，江建国就想进那家的货。先不要急，你看别人家的门口生意都非常的兴隆，来的人也多，但他们家门口却没人。这一家要么东西有问题，要么是人有问题。你咋知道的？来这里买的东西的人一般都是附近的人，附近的人肯定都是知道谁家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还是多看看，多留点心不会吃亏。找到好的进货渠道了，以后来了就拿货了。江建国觉得他说这话有些道理，就全部都听他的。经过一番周转，他们锁定了一家去进货。如果我批发的东西卖不完，以后能不能退给你？退是不可能的，换成别的东西倒是可以。那就这么办吧，不过我们也不会把这东西不往外卖，赚钱才是我们的目的。他们挑选了一些烟花爆竹，并额外要了一些小摔炮。到家后，江寒就去教江流凯怎么卖东西，还把每种烟花爆竹的价格都说给他听。江流凯也很聪明，很快就把价格都给记住了。你别太紧张，我会跟你一起去的。这家伙怎么还不到？大姑姑、二姑姑，我妈说让我姐跟着帮忙看着，省的东西被偷了。也行，那我们走吧。他们一行人到了牛集，按照江寒的要求支了2个摊子。江流凯他们姐弟几个看着一个，江建国这边支着一个。你这边的卖便宜一些，我那边的会额外送一些小礼品，回头看看哪个好卖。江流凯点了点头。江寒走了之后，江流凯又问了姐姐价格，见她都记住了，这才放心。这爆竹怎么卖的？鞭炮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从3到10块都有。便宜点吧，我多买些。不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再少就要赔本了。
你去别家打听打听，看看他们都卖啥价，回来再买也不迟。那人买东西也是货比三家，在这里问了之后，又去问其他卖爆竹的人，果然是比他们贵一些。问到江寒他们这边的时候，江寒也嘴甜地介绍起他们的东西来。虽然我们跟旁边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送一些小东西。都送什么？3块的是没有东西送的，5块的可以送1盒火柴，10块的可以送2盒，要是买的多了就送的多。不错，这2挂爆竹和这几根烟花给我装上吧。好嘞。一会儿，江寒就遇到了前来讲价钱的人。这里不讲价钱哈，你们要是想买低价的，可以去斜对面那边的便宜。他这么一说，那买东西的人不知道咋想的，非要在这里买不行。为啥他们能卖得这么好，咱们这边就卖不动？江流凯一见江寒那边卖东西，他那边不动，也着急了，他立刻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卖爆竹喽，卖爆竹喽！整条街上最实惠的爆竹在这里哥。江流凯这么一喊，果然有人过来问价了。你不相信，到街上到处去打听打听，问问看有没有这个价钱的。如果有这么低价的，我这里的东西全可以送给你。有人听到这话，直接就买了，也有人真的去打听价格，问了一圈还是他们这里最便宜，最后就又回来买他们的东西了。一上午的时间就把昨天进的货全都卖完了。下午江建国去进货，江寒回去算账，鞭炮利润真不少，一天就赚了80多块，回头给小叔他们分些钱。进货还顺利吗？顺利，可惜车子一次性带不多，我还想多进点，车子实在装不下了。到明年咱们买个3轮车，做生意什么的就方便了。卖鞭炮只能卖这一段时间，还值得买个3轮车吗？我们不干这个也可以干别的，反正不能闲着的，买个3轮车大有用处。行，听你的。今天大家辛苦了，这是给你们的。小韩，你2个姑姑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去帮你看看摊，你还拿钱干什么？这是应该的。你这孩子咋这么客气呢？三奶，他们得钱是应该的，我们暂时还没赚到大钱，要是能赚到大钱了，大家都一起发财。这孩子真懂事。妈，这镇上这么多人，你扛着大肚子来凑什么热闹？我不放心，跟过来看看。你以后别来了，人太多了，要是碰着了怎么办？小韩说的对着呢。我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我自己照拂着呢。快坐下来歇着。小韩，咱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进货？怎么不让他们把货给送到咱们家里来？我们不能压货，进一点卖一点，可以随时调整。畅销的东西就多进，卖不出去的就不进。再说了，咱们这东西是有季节性的，如果这个时候卖不出去，其他的时候就更不好卖。我明白了。江寒的小摊生意越来越好，比街上任何一家卖的都快，很快就引起了别人的眼红。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这一话一点都不假。这一天他们又来赶集摆摊，天还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了。到了镇上，刚把东西给放下来，镇上的街痞子就过来了。爸，这些人看起来不太友好，我们要小心一些。别怕，我们按规矩做事，没什么好怕的。你们是卖什么的？我们是卖爆竹的。爆竹吗？我们试试看，你们家的货真不真？为首的那人一脚踩在摊位上叫嚣，另一个人拿起东西就往口袋里塞。刚刚你装起来的东西15块。那小痞子一听，立刻就把烟花给摔了。你什么意思啊？还害怕我们不给钱还是怎么的？一瞬间，那几个小痞子都一起围了上来。等一下，小鬼一边待着去。打赢了你们去牢里蹲1个月，还得赔钱；打输了你们到医院里住1个月，还是要赔钱。你们想好了再决定。你说这话啥意思？你们要是把我爸给打了，警察会把你们给抓到牢里去蹲1个月，而且你们还得赔我爸的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如果你们打不过我爸，那我爸一准打断你们的胳膊腿，到时候你们就得到医院住1个月，而且还得给我们赔钱。为啥都是我们赔钱？你们来找茬的，不是你们赔钱谁赔钱？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不行吗？俗话说和气生财，你们在这打打骂骂的，我们不好，你们也不好啊，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是哪里的人？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吗？跑到这里来卖东西，经过我们同意了吗？我们都是庄稼人，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不过现在你们可以跟我们讲讲，我们也不是不讲规矩的人，入乡随俗吗？老大，这个小孩不会就是沈彤吧？你叫什么名字？
江寒为首的那个小痞子愣了一下，随即打量他，年龄能对得上，经常帮家里人做生意，也对得上，难不成真的是他？他们虽然都是混街头的，但是当地的神童已经涵盖在了他们的保护圈里。几个人面色顿时怪异了起来，很快就变成了惊喜。他们看向江寒那眼神让江寒一阵恶寒，怎么看怎么都像是狗看到骨头一样，有些恶心巴拉的。就在这时，江流松突然从对面跑了过来，一把拉住了江寒，把他给护在了身后。他自己也害怕极了，手都在发抖。三奶家的人都是实在人，前世跟这几位姑姑来往不是很密切，没想到二姑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冲过来护着她。她冲过来之后，大姑姑还有小叔全都冲了过来。有什么事冲我来？而小痞子中为首的那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江流松，像是傻了一样。刚刚要干什么来着，他全都忘了。看什么看？再看把你们的眼给挖下来！江流菊这么一吼，为首的那个小伙子脸一红，低下头去。不是要跟我们说说你们这里的规矩吗？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你们做生意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就好了。你拿走了爆竹，不赔钱吗？我赔。他说着就掏出了20块钱丢在了摊子上，赶快带着另外那几个人走了。小韩，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们了。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你怎么敢跟他们犟嘴？还有你在这里凑什么热闹？小韩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是他小叔，就应该保护他。都是什么东西？下回我把菜刀给带上。爸，别生气了，咱们和气生财。你一生气把财气给弄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啊！你放心，那小子早晚会犯在你手里，到时候你多刁难刁难他就好了。这事解决完后，他们就继续做生意了。江流松也就回到自己的摊位上开始卖东西，生意红火。很快江建国就把这个不高兴的事给抛在了脑后了。3天他们又去镇上卖东西，那小痞子已经把他们摆摊的地方都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江寒他们一到，他就热情地帮忙摆摊，他还不好意思去江流松那边去帮忙，就在江寒这里帮忙。这小子是真的看上大姑姑了。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热情？这是怎么回事？小痞子在这里帮忙把东西都给归整了之后，又去买了些吃的过来给江建国他们，另外一份送给了江流松那里。谁要吃你们的东西了？拿走拿走。这是给你们赔礼的，上次是我不对。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你们别找我们麻烦就好了。这小伙子头一遭跟江流松搭上话，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来。肯定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你们就放心吧。我叫曹金贵，你叫什么名字？江流松。曹金贵心里十分高兴，转身就去了江寒那里。原本以为这家伙送了吃的之后就该走了，却没想到他居然到江寒这里帮他们卖起东西来了。他做起生意来可真是有一套，能把人给哄得开开心心的，所以他们今天的东西卖的就更快了。好奇怪，总觉得今天来这里买东西的人更多了。江建国则是一直都在警惕着，心里想着这小子肯定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小半天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卖完了。江建国一言不发的收摊。江寒啊，那个江流松是你什么人啊？我姑姑。你姑姑说婆家了没？这是真把我当小孩了。既然这样，哼哼，说没的可多了，家里的门槛都被踏平了。但是呢，我大姑姑心高气傲，一般的男人她都看不上。她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就得闯荡出一番事业来，不能一天到晚的游手好闲，而且要有责任心，还要有担当。她不看重外貌和家庭，她更看重的是人品。我看上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对了，你们今天再去进货，可以多进一些。现在整条街上只有你们家卖爆竹，其他的人都不到这里来卖了。好家伙，这人就是这镇上的遗害呀！怪不得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你啥意思啊？这条街上只有你们家才能卖爆竹，其他的都没卖了，所以你去进货的时候要多进一点，进的少了就不够卖。江寒想来想去，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本来他们家遭人嫉妒，所以人家的摊主找到了当地的小混混，想要把他们家给赶走。结果小痞头子看上了他大姑姑，所以没把他们家给赶走，倒是把别的摊子给赶走了。行吧，这群人都是大爷。既然这样，那就得多进货了。江建国不再跟他们一起出摊，而是专门管进货。江寒跟曹金贵他们支着一个摊，江流松他们在对面的摊上。几次接触下来，江寒发现曹金贵不算是很坏的人，纯属是家里惯得很，没有正确的引导。江寒从腊月18开始卖爆竹，一直卖到了腊月28。28那天，江建国还准备去进货。爸，别进货了，天要下雪，
咱们把剩下的货处理完就行。行，听你的。江寒盘算了一下，他们卖了10天爆竹，赚了6000多，除掉了江流松他们姐弟几个的工钱，也还有5800多。做生意果然是赚钱，可比我们卖馒头赚的多了。他又送了200块钱给曹金贵，他先前确实来找茬了，但是他们却又因祸得福，做成了独家生意，所以这个感谢的钱怎么也少不了。到了大年夜当天，多吃些，别只顾着看弟弟妹妹，应该让妈妈多吃一些。说得对，都别贫嘴了，赶紧吃吧，趁热吃。2个小的吃得满嘴冒油，心里无比的满足。江寒看到这个场景，心里也开心。时代变迁，80后就像是活在2个世界，出生的时候好像是在旧社会一样，搭乘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享受着空前的物质，同时也怀念着回不去的快乐童年。江寒一家吃了年夜饭，江建国就开始给他们发压岁钱。今年的压岁钱多一些，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5块钱。就在这时，院里传来江流凯的喊声：“小寒，快走，跟我们一起去拜年。”外面天寒地冻的，你还去啊？哎呀，1年就一回，走吧走吧。村里10几个孩子结伴去拜年，第一站来到围子里的江成军家。江寒兄妹停在门口，脸色凝重。我和小弟小妹在这儿等你，你们先进去吧。好，我很快出来。大伯，我来给您辞岁了。江成军就像是没听见他说话一样，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江流凯又喊了几声，江成军这才起身给其他的小孩发红包，唯独没有他的。江流凯十分生气，扭头就走。小叔，怎么回事？他们故意给我难堪，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爹。大过年的别惹三奶生气，以后不来这家就是了。那就不去了，我们到别人家去。小的拜完年之后，该轮到大人了。往年江建国第一家要去的就是江成军家，但是今年他们就不去了，他们去了江成运家。江成运说起镇上曹家提亲的事，江建国脸色一沉。你们经常到镇上去，也不知道你见过那个孩子没有？是不是叫曹金贵？对，就是他。那小子是个街溜子，小松怎么能跟他结亲？老曹家是镇上大族，咱们惹不起呀。三爷你别急，先问问大姑姑的意思吧，他见过曹金贵的。江流松听说曹金贵竟然来提亲的了，羞得满脸通红。其实那人还是挺不错的。什么？你脑子糊涂了？三爷你先别生气，这件事还有缓和的余地。他们家来提亲，咱们家可以提要求，能达到要求就结亲，达不到要求他们老曹家也找不到我们什么过错。啥要求？他以前不是无所事事吗？得让他有个正经的营生，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总不能让大姑姑嫁过去吃糠咽菜吧？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还能做什么事？从小就是被家里惯大的，管不好了。爸，平心而论，你觉得那个曹金贵有没有一些本事？那小子卖东西倒是有2下子。小韩说的有道理，这样可以不得罪老曹家。行，就这么办。您真觉得曹金贵能变好？他也算是帮咱们做成了独家生意，总不能赶尽杀绝。那就让他吃点苦头，才知道珍惜。是要好好刁难刁难他。过完年后，江寒盯上了牛吉的门面房，就叫上江建国去找人商谈。我这里一间门面房是1800块，你们要2间的话，可以给到3000块。3000块太贵了吧？盖瓦房都够了。这样，我回家跟媳妇商量商量，可以就来买。到家后，江建国就把买房子的事和胡春花说了一遍。胡春花也不知道房子贵还是不贵，两人看向了江寒。这房价现在看着是不便宜，以后要是发展起来了，临街的门面房可能就会涨价。那你觉得能不能买？能，不过要连地皮一起买下来。对了，你还得问那房子有房产证没，还要有土地使用证。江建国有些懵，他也不知道什么房产证，什么土地使用证。这些证件都好办吗？对他来说应该不难，到时你这样跟他说就行了。江寒给江建国说了一些话术后，江建国又找来了那人。你们要的这些证都好办，你放心，我一准能给你们办下来。你说这8间房子全都买了，是真的假的？我们已经确定了，你放心吧。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给土管所和房产局的人都叫来了。果然，不管什么时候，认识人就好办事，证办得很快，上头写的是江建国的名字。现在你放心了吧？这个本先放在我这里，回头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江建国把家里的钱规整完后，
正准备去交钱。爸，你等一下。怎么了，小孩？为了避免人眼红，明天你要到村里到处借钱，然后到处哭穷，要不然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房子，肯定会惹人嫉妒。不会吧？都是一个村的，谁还不想着谁过得好吗？人心难测，你还是听我的比较稳妥。江建国按照江寒的建议到处去借钱，一上午跑遍了半个村子，能借的都借遍了，最终也没几个愿意借钱给他们的。哎，小韩，你说的对，真正有事的时候能相互帮忙的不过就那几个人而已，其他的不过是嘴上说的好听，遇上事了就开始装迷糊了。话音刚落，江刘凯带着钱走了过来。大哥，我爹听说你在借钱，让我带着钱来找你。钱我放在这里了，我还有事，先回去了。你看，至少三爷家对我们是真心的。让他们意外的是，曹金贵竟然主动送了5000块钱上门来了，这让江建国想要刁难他的心顿时消散不见了。金贵啊，你这书怎么好意思收？叔，您别见外，上次多亏您家小韩，我才明白做生意得走正路。曹哥，这钱算入股还是聘礼啊？别胡说，我就是看你们缺流转。第二天，江建国带着钱去收房，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江建国才将剩下的钱给了对方，对方数了钱之后，就把证件和钥匙也给了他们。江寒开心地看着那8间房子，后面还都带着小院，终于不用摆摊了，也算是有个安稳的店面了。江建国他们挑选了一个吉利的日子，把蒸馍要用的东西都搬到门面房那里去了。这里放的东西太多，得留人在这里看着。我晚上睡这儿，保证把店守得好好的。不行，你一个小孩太危险了。那我去吧。爸，你更不行。我妈现在肚子这么大，家里能离开人吗？你去牛急了，万一夜里我妈肚子疼了怎么办？这时，江刘凯匆匆赶来。大哥，你别愁了，我跟小韩去，离学校近，早上还能多睡会儿。好吧，你们2个多照应点。放心吧。住到牛集后，江寒在学校的小生意愈发红火，看着宽敞的门面，他又有了新想法。这小生意还是要做，不过现在这样太麻烦了，不如搞一个小卖铺。反正这里有8间的门面，搞2间出来应该没问题吧？爸，我想开个小卖铺。小卖铺？你想卖啥？油盐酱醋烟酒糖果、本子笔，还有零食什么的，只要摆得整齐，价格便宜，肯定能赚钱。而且再过1年，牛集北头的初中就要搬到隔壁来了，到时候人多得很，学生放学就会来我们这儿买东西。你还要上学，店里平时也要有人呀，你准备让谁看着呢？这个小商店我是准备让妈看着的，等妈生了孩子坐完月子后，就可以一边带娃娃一边看店了。这主意不错，还能打发时间。春日的阳光洒在翻新的门面上，江寒筹办着小商店，用白石灰把墙给粉刷了一通。妈，等您出了月子，抱着弟弟妹妹就能看店了。就怕我算不清账，把家底赔光喽。放心，上学时间的人不多，放学的时候我来帮忙，生意肯定红火。第二天，江寒跟江建国一起去了天口县的大批发市场，找到了先前批发爆竹的那个老板。哎呀，上次还多亏你们给出的主意，我这生意比往年都做得好。江寒想起是上次告诉老板退货换货的主意。是老板您有魄力，敢尝试新法子。你们今天来了，中午说什么也不能走了，我请客。不用了，我们是来进货的。江寒说着把自己列出来的商品清单拿给老板看。不错不错，这清单写得非常详细。咱们这是农村集市，目标群体主要是学生党，油盐酱醋这些只能当天头卖。我心里有数。老板，我们要的货多，您能送货上门吗？这哪有供货商送货的道理？做商不如行商，您开了先例，以后千家小店都找您进货。那头一回我给你送，以后进货你就自己来进。可以，但我说这话你可以考虑考虑，否则有人坐在你前头了，你就失去很多机会。你说的对，我确实可以尝试跑一跑路线，沿途开拓一下市场。江寒只是让他先想想，也没觉得这事能成，毕竟现在通讯不发达，信息交流受限，等过几年有了电话就方便了。时光流转，到了4月份，桃花盛开，小商店迎来了正式开业的日子。胡春花虽然挺着大肚子，但脸上洋溢着喜悦。江流松姐妹2人也前来帮忙，热闹非凡。孩子们，进来看看啊，
有新的学习用品和小饰品呢。哇，这个发夹好漂亮，多少钱呀？这个不贵，1毛钱，小丫头戴着肯定好看。走走，再看看别的，他们家东西好多呀。这生意还真不错，看来之前的努力没白费。我得记着哪些东西卖得快，好去补货。先把借的钱还掉吧，曹金贵那5000块咱留着应急。随着商店生意的红火，曹金贵也常来帮忙，他的形象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改变。这天，江寒放学回来，看到曹金贵又在店里。我三爷不是让你自己谋个生财的门路吗？你怎么天天到我们家这里来转悠？我不是不会做生意嘛，所以过来看看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取取经。江寒顿时有些无语。曹金贵的老爹是在农技站当官的，不知道怎么就没管好自家的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书了。小韩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指一条明路啊？我保证听你的。也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耐得住性子。我家这里还有4间门面，你可以租2间开个租书的门店。租书？租给谁啊？你别在这里糊弄我，现在哪有人愿意花钱租书看呀？我掐指一算，明年北头的初中就会搬到隔壁来，到时候学生多了，爱看书的也不少。你说你是不是就可以赚钱了？曹金贵本就是个武侠迷，听江寒说初中要搬来，租书生意有前景，立刻来了兴致。真的假的？初中真要搬过来？那租书这事儿肯定行，快跟我说说，这租书具体咋租啊？咱们租书可以让他们在店里看，但不能带回去。现在的小孩一看小说就容易入迷，影响学习可不好。行，我都听你的，这下有方向了，我这就回去准备。这天，江寒放学回来，看到商店的门紧闭着，心中不免疑惑。他急忙往家赶，正巧碰见满脸喜色的江建国。爸，出什么好事了？瞧您这高兴样。小韩，你可算回来了，快进去看看你妈，她给你生了个妹妹。生了妹妹？不会吧？昨晚我们在牛集吃晚饭回家时，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中午就生了，这也太快了。小韩，你怎么了？你不高兴吗？没有，就是太意外了，我这就进去看看妹妹。小韩，快来看看你妹妹。哇，她好胖。这丫头生下来就有6、7斤重，比你出生的时候胖多了。你们3个出生时都瘦得像小猴子似的，这丫头这么胖，肯定是我怀着她的时候吃得好。江寒抱着刚出生的妹妹，听着妈妈欣喜的话，心思却有些复杂。妹妹和自己前世的女儿长得好像，想到女儿，他的心都在颤抖，手也在发抖，心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重生过来，是不是意味着女儿永远消失了。小韩，你别把妹妹抱这么紧，别勒着她了。江寒盯着妹妹，越看越喜欢，爱不释手，抱着她就像前世抱女儿一样，小心翼翼的。前世这个妹妹后来夭折了，掉水坑里淹死的。后来村里的人都说那个地方不洁净，就把那个坑给填上了。江寒心中暗下决心，这一世一定要好好守护她。别一直抱着她了，放下来吧。要是抱习惯了，以后她天天哭着闹着要抱，可就麻烦了。抱就抱呗，反正就这一个妹妹了，以后再想抱，恐怕就得等抱孙子了。你这混小子，说什么呢？时间过得很快，春天快过完了，曹金贵这边又请人来说亲了。江承运等人对他的印象已经改观，便来找江建国商量。小韩啊，你也说说你的想法，我们都听听。既然这样，不如先让他们订婚吧。订了婚，他就更有动力了，肯定会更加卖力的做生意赚钱。他之前来我们小商店帮忙，就是为了学习怎么做生意。这人挺聪明的，既然有上进心，我们就看看他的表现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很快，曹金贵就正式来下聘了。下聘这天，三奶家既紧张又忙碌。江承运因为陪客的事情犯了难，来找江建国商量。建国啊，你看这事儿，要是你没跟老江家脱离关系，肯定得请你来陪客。可现在你已经不是江家的人了，按道理不能请你。可我们又走得这么近，不叫你又不合适，你说咋办呢？江建国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还是强装镇定。这事你们该咋办就咋办，不用管我们。明天磨店的事都交给我，你们就安心办你们的事。行，那就多谢你了。第二天，江承运等人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江成军一家的踪影。二嫂，你看看老大他们这事干的，像话吗？恐怕是有什么事耽误了吧？什么耽误了？就是故意的，想难为我们家。妈，大伯家锁着门呢，他就是故意刁难我们的。
任中梅得知江成军一家没来，气得满脸通红。常运，老大家把门都锁了，你赶紧去把建国他们一家人给请过来。咱们提前好几天就打招呼了，昨晚上也说得好好的，今天一声不吭就走了，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这面子上有些不好看啊。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都3番2次去请他了，他真有事怎么不提前说？到了事儿上一声不吭就走，这不是故意给我们难看是什么？怎么离了他，我姑娘还定不了亲了？孝吉，你赶紧去牛集把你大哥和大嫂他们请过来。好嘞。江流局很快就到了江建国家，向他说明情况。我们去，怕是有些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大伯家人一个都没露面，昨天晚上我爸又去请他们了，他们嘴上答应，结果今天家里锁着门，这还是我去看了，要不然等到客人来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去哪儿叫人呢。他们这么做确实太不地道了，走，去帮他们一把。江建国一家刚到，曹金贵远远看到江寒，眼睛一亮：“小寒，你过来，这位就是神童。”你就是神童？那都是误传，我只是更努力一些。回头我跟你说个媳妇啊。我还小，以学业为重。他可厉害了，卖爆竹，开馍店，还开了一个小商店。真的假的？来，喝酒。我还未成年，不能喝酒。众人继续逗他，让他喝酒。这个说他几岁就开始喝酒了，那个说他几岁就开始喝酒了，直到四爷江成俊出面解围，这才算是放了江寒。酒过3巡，菜过5味，男方陆续离开。任中梅到屋里一问，顿时兴奋得不得了。哎呀，给了1000块啊！别人家定亲300块就够了，他们家这么大方，娶亲都够用了，我这脸上可有光了。很快，江流松定亲婆家给1000块的消息在江家围传开，众人羡慕不已，而江成军2口子只能暗自生气。就算江成军他们家不来，咱这亲不也定得顺顺当当的。很快，田里的活下来了，江家围的人们开始插秧子了。江寒本打算放学后帮忙，没想到回家后发现秧苗已经都插完了。爸，这秧苗怎么都插完了？曹金贵把他那帮兄弟都叫来了，这帮小伙子干活还挺利索，一上午就弄完了。这些家伙有事干起来还像模像样，他们也不算大恶之人，或许能收编了帮我做生意，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秧苗插上之后，过几天就扎下了根。江寒看着鱼苗已经放下去了，就打起了稻子的主意。爸，让面粉厂老板来看看我们的稻子，说不定能卖个高价。我怎么跟人家说啊？我们一起去，不然我一个小孩来找人家，人家会不见我的。哎呀，老哥，你怎么来了？郭老板，我们有个发财机会，想跟你合作，你有兴趣不？啥发财机会？快说说。郭叔叔，你听说过绿色有机大米不？这是啥品种？没听过啊。这可是高档大米，专门卖给有钱人的，普通老百姓可不吃这个。你要是想了解，就去我们江家围看看，一定能赚大钱。能赚大钱？那行，明天我就去。不用等到明天，今天是星期天，我不上学。明天你去，我可能不在。这稻子都是我一手搞的，别人怕跟你解释不清。这真是你儿子想出来的。确实是，你也知道我哪懂这些，不如今天就跟我们一块去看看。行，我就跟你们一起去。郭老板跟着来到稻田，发现田地不同，心中疑惑，这里头有啥玄机？这里养的是草鱼，而且这稻子不上化肥，不打农药。你知道化肥农药都是有残留的，对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你的意思是？郭老板，我的意思是，这些田出来的大米品质更高，所以你得想想怎么才能卖上高价。这大米在乡下不好卖，但经过包装卖到城里，一定能卖得掉。不管什么时代，都不缺有钱人。成，这生意我做定了。郭老板爽快，这稻谷定价先放，以后看你的利润。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老百姓不容易。今年搞好了，明年我们大批量种，你自己掂量着，别断了路。做生意得长久，大家都有钱赚才行。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我也有大志向，就是时运差点。丑话说前头，我定了，你可不能再卖别人。放心，同样条件下，郭老板你有优先权。郭老板回去后便开始谋划，这件事算是定了下来。江寒心里也舒坦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小升初考试的日子，江寒以全乡第1名的成绩考入了镇上的初中。镇上初中的校长亲自来他们家做家访。江寒同学，镇北初中教学质量好，老师经验丰富，升学率高，你要是去了，未来肯定大有前途啊。谢谢校长的好意，我家在牛集，
在这里上学更方便，而且我还有些事情要做。可惜了，本来还想让你给我们学校争光呢。孩子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尊重他。好吧，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决，那我也不好勉强了。希望你在牛级初中也能取得好成绩。暑假来临，江寒把卖冰棍的商机告诉了江流凯。江流凯十分上心，这小生意做的也倒是风生水起的。这卖冰棍的生意真不错，我赚了不少钱呢。小叔，赚钱固然重要，但你还是要以读书为主。现在这些都是小钱，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大出息。我知道了，我白天卖冰棍，晚上也会好好写作业的。这天，江寒放学后走到小卖铺时，发现曹金贵提着一兜黄鳝在这里晃悠。怎么了？你在这干啥？小韩，我们去卖黄鳝吧，这里的黄鳝价格翻了好几倍呢。我不知道怎么卖，在这里等你好久了。黄鳝吗？这个东西虽然在我们村里到处都是，不过在城里确实少见。你手里的黄鳝是哪来的？这个吗？我去村里找你的时候顺手抓的。看样子有30斤左右，让我准备准备，我们就去镇上把这些黄鳝卖了。接着，二人带着黄鳝去了镇上的农贸市场，在门口扎了摊。黄鳝，野生大黄鳝，吃了补气养血，强筋健骨，数量不多，先来先得。他这稚嫩的声音一出，立刻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老板，你这黄鳝怎么卖啊？5块钱一斤。你这卖的也太贵吧？这是我们刚抓的野生黄鳝，数量不多，叔叔姨姨们错过可就没了。那你给我来3斤。好的，叔叔。一共15块钱，我再送你们1斤，觉得好吃下次再过来。小朋友真懂事，会做生意。江寒正吆喝着，突然看到一对母女走了过来，顿时心脏猛地一跳，声音卡在喉咙里。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小姑娘。这小姑娘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就是他前世的老婆程南。这是他小时候，果然很可爱。蛇。傻丫头，这不是蛇，这是黄鳝。小伙子，这黄鳝多少钱一斤？黄鳝5块钱一斤，都是野生的。明白你也回去给小妹妹尝尝吧。贵是贵了些，不过这野生的倒也少见，看你们也挺不容易的，给我装4条大的。江寒一听就挑了几条最大的。阿姨，就给您算2斤10块钱。不是4条吗？怎么多送了2条？这不是刚刚吓到小妹妹了吗？阿姨您就拿着吧。哈哈，你这孩子倒是挺细心的，阿姨就谢谢你了。谢谢哥哥，妹妹别客气。接着二人付了钱便走了。江寒盯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有些苦涩。看来我要努力挣钱了，这一世我一定要你好好活着。前世他们结婚后，江寒的老婆程南得了一场大病，可是因为没钱，不得不放弃了治疗。别看了，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你看上人小妹妹了呀，非得多送她2条黄鳝。你说的对，我确实看上人家了。做梦吧你！小兄弟，这些黄鳝是野生的吗？是野生的，都是我抓的。这些黄鳝看着不错，你们这还剩下多少？我全都要了。这里还剩下30多斤，您全都要的话，可以按照4块钱一斤给您算，一共120块钱。可以，麻烦这位小伙子帮忙送到我饭店里。没问题，老板。紧着这3人就来到了饭店。郭老板，你明天还收黄鳝吗？当然收，只不过我只收野生黄鳝。我是今天找了好久才找到你俩在卖。那您最近准备收多少？我店里最近生意不错，用量挺大的。你看你们明天还能不能再给我送100斤过来？不过我先说好了，必须要是野生的才行。郭老板，你放心，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那我明天就给您送100斤过来，还是按4块一斤算。好，那希望咱们以后合作愉快。小韩，没想到这黄鳝你真给卖出去了。曹哥，这是今天卖黄鳝的钱，一共145块。卖黄鳝这么赚钱吗？咱们今天赚的都快赶上别人1个月工资了。那这些钱咱俩一人一半吧。走，咱们回去接着弄黄鳝，尽快给郭老板送过去。小韩，那可是100斤黄鳝啊！我今天一天才抓了30斤。还抓什么？我们去村里收黄鳝，按1块钱一斤收。1块钱一斤能收得到吗？不少了，抓10斤就是10块钱。就算在地里干活，一天也挣不了这些钱呢。小韩，你让我有点害怕了。江寒到达村子后，便开始吆喝收黄鳝了。谢谢各位叔叔婶婶帮忙了，今天是第1次收，只收100斤。那我们一下子抓了这么多是咋办？要不你都收了吧？多出来的您先带回去喂着，我们下次再收。小韩，真的是1块钱一斤吗？咱们一个村里的，你可不要忽悠我们呀。接着江寒拿出100块钱。李姨，钱是不会骗人的吧？说1块就是1块，
直到收够100斤为止。村里的人抓黄鳝的时候有些怀疑，直到看到江寒手里的钱才放下心来。小寒真是出息了，都能带着村里的人赚钱了。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帮忙，有钱大家一起赚。但是黄鳝的质量不能太差，而且一定要是活的才行。曹金贵给几人称了称，除去一些质量差的，刚好够100斤。几人拿到钱后，心里笑开了花。收完黄鳝，江寒二人连忙赶去郭老板的店。小伙子，这么快就把100斤的黄鳝送来了？这不是怕郭老板您着急要吗？对，上次那30斤黄鳝都不够吃的，客人都说这野生黄鳝好吃。野生黄鳝确实肉质更鲜美一些，不过我不能保证每天都能供应得上。郭老板听到这话顿时有些不悦。野生黄鳝确实肉质更鲜美一些，不过我不能保证每天都能供应得上。郭老板听到这话顿时有些不悦。小兄弟，这话什么意思？我这里的客人每天都要点黄鳝，如果你供应不上，那我就很难办了。要不我每1斤再给你加1块钱？这不是加钱的事，野生的黄鳝抓1条少1条。我们村里的好东西多了，下次给您带些好鱼过来。说实话，鱼我店里也有，不过销量不太好。江寒心里知道，这个年代吃鱼的人不算太多，但是只要做法对了，生意一定不会差。郭老板您放心，我有办法。那可以，你们下次可以送50斤鱼过来，我按2块1斤收。OK。小韩，村里那么多田，还怕黄鳝抓完了吗？供应郭老板的店绰绰有余。那你怎么还说怕供应不上呢？村里的黄鳝是有人收了，但是田里养的鱼还没有出路呢。村里的人都跟着我们家养了鱼，我也要为他们谋条出路呀。哦，原来如此。曹哥，这样你去收黄鳝，我去收鱼，咱们每隔2天给郭老板的店里送1次货。没问题，小韩。第二天，江寒二人按照1块钱1斤的价格来收鱼。这鱼1块钱1斤就能卖出去，跟白捡的一样。是啊，原来我还提心吊胆的，想着谁会买这些鱼呢？谁家先后都行，能卖出去我就放心了。呵，别人家都在卖鱼，就咱没养。我去打听打听，来年也养点鱼赚点钱。吃过午饭，江寒二人就带着早上收的黄鳝和鱼去了郭老板那里。2位，这就是我们店里师傅做的鱼，你们觉得怎么样？感觉没有入味啊，不太行。郭老板，这鱼味道确实一般。我也发愁呢，顾客吃了后反馈也不好，到现在都没卖完，再加上你送来50斤，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您就没考虑过换个做法吗？这个鱼的味道实在太淡了，提不起顾客的食欲。鱼还能做出什么花样来吗？其实这个也不能怪郭老板，这个年代的调味料和香料本来就不多。郭老板，能不能借你的厨房用一用？当然可以，怎么？难道你这小朋友还会做饭吗？略懂一二。小韩，你竟然会做饭！接着2人便进了厨房。30分钟后，江寒就做好了2盘红烧鱼。郭老板，这就是红烧鱼，虽然少了几种调料，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这个红烧鱼我还是头次见。吕师傅，你知道这个吗？我知道，不过这个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那你们都来尝尝看。几人都拿起筷子尝了尝。小韩，这味道真的可以啊！小朋友，你这手艺跟谁学的啊？我还是头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鱼。这个咱们以后再说。我懂，这个是秘密配方。我要是跟你说我是从未来过来的，你也不信呀。吕师傅，你拿走1盘给后厨的兄弟们尝尝。好的，老板。郭老板故意支走了吕师傅。江寒，你看能不能把这个配方交给我？要多少钱？你开个价。郭老板见外了，您看得起我，这配方我自然会交给您，1分钱都不要。真的吗？太好了。当然是真的，我就想跟您交个朋友。以后想要赚大钱，人脉的重要性，江寒自然是知道的。这暑假，曹金贵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江寒跟着曹金贵去了好几趟省城，都没再见到城南一面。没关系，这一世我们的缘分一定更深。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读书，变得优秀才行。曹金贵的父母看到了自家孩子的变化，非常欣慰。这孩子以前啥德行，他们哪里会不知道？金贵现在走上了正路，都是因为那位小江寒呀。你别说，那位神童还真有两下子。金贵以前这么不老实的人跟着他都学好了，不错不错。等有机会了，一定要请这个江寒吃饭。那这一顿可不便宜啊，你是不是又赚了不少？实话告诉你吧，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江家围的鱼很快卖得差不多了，江寒找到村长，想着商量养鱼的事。
村长，今年养鱼我感觉挺成功的，明年咱们村可以多养点，稻子以后也能卖个高价。行，我等会开会和村民们说说。到了下午，村长组织了江家围的村民们开会。村长，我们家能养不？江寒看了王秀一眼，没有说话。他根本不想理会江成玉那一家人，他们前世怎么苦害他们的，他都还记得，所以他真的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一辈子都不跟他们打交道。你要养就好好养，别找事，没人跟你过不去。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什么叫我找事？我嫁到你们江家围，跟谁家找过事？你一个长辈怎么能讲这话？我积极响应你的号召来养鱼，还错了不成？你当我缺这300-200块钱啊？我家小孩爸是工人，去上班1个月稍微挣挣，也比你们忙活1年的强。你们还给我这气受，我还不干了。以前建国在矿上上班的时候，也没见春花这样说话。好了，别理他，咱该咋办还咋办。江家围的人准备来年在秧田里养鱼，这事很快就传开了。队里的戴书记听说了这事，特意到江家围来了解情况。村长领着戴书记去参观了他们养鱼的秧田。这个可以推广开来，一家一户增收几百块钱，也是好事。这个得跟小韩说说吧，毕竟卖鱼要经过他们的手，这项目也是他一手促成的。行，我亲自去跟他说。小韩啊，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有能耐的好孩子。大伯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呵呵，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听说你们秧田里养鱼的事，想推广这技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养是没什么问题，就怕到时候市场饱和了，卖不出去。那怕啥？卖不出去自己吃，这鱼好养不扎本钱。您问问老乡们，想养就养，我不敢保证都能卖出去，但是我能让家家户户都能出一些，比不养的强。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江寒送走了戴书记和村长，就回小商店去了。大队书记找你干什么？他想把养鱼的技术给推广开。那会不会影响我们呀？不会，市场饱和不了，省城消费能力也很高，明年还得另外想办法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得一步一步来。所幸这一世还长，他的人生刚刚起步，机会还多着呢。我家小韩有本事了，能给这附近的乡亲们带福来了。江家围迎来稻子丰收，村民们忙碌运粮，脸上洋溢着喜气。乡亲们注意，于田稻和普通稻一定要分开收割，分开打场，价格不同，别弄混了。知道了，咱这稻子金灿灿的，一看就不一样。哼，这能有啥区别？混一起谁看得出来？到了第二天，郭老板知道江寒家的只有于田稻，所以先去了江寒家，看着金黄黄的稻穗，郭老板喜笑颜开。老哥，这些稻子全都要卖的吧？要留些交公粮，剩下的你看着收就好。成。江老哥，你这都忙一上午了，吃点东西吧。好香啊，郭老板，你这一趟能赚不少吧？这个汉堡看着可不便宜，你在哪里买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回头我也买些。村里的人看到了郭老板，纷纷前来问价。郭老板，今年稻子啥价？一般的稻子大概在3-4毛左右，具体的价钱还没下来，但是你们放心，这于田的稻子要比其他的高5分钱。村民们一听这稻子要比其他的稻子高出5分钱，心里都很高兴。我家的稻子也好了，你过来看看。郭老板就跟着他去了。村长家的稻子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掺杂。郭老板二话不说就给收了，其他的村民都陆陆续续的把稻子给卖了出去。江刘凯卖冰棍回来，路过小商店，正好见到江寒在店里，转身就进了店里。最近生意咋样？凯，你知道我已经赚多少钱了吗？赚多少？我已经赚了100多块了。可以呀，干得不错。他没有说出自己去年1个月赚了多少钱，害怕打击到他了。暑假作业写完了吗？江刘凯一听说暑假作业，立刻左顾右盼的。那个天气不错哈。少来，明天别卖冰棍了，先补作业，学习要紧。那暑假作业不写也罢，反正我会写的全都是已经掌握了的，没掌握的我又不会写，所以干嘛还要写作业呢？江寒懒得跟他说这些歪理，起身就去隔壁找任中梅。三奶，你忙完了没有？小韩啊，你找我有事呀？三奶，我要跟你说有关小叔前途的事。卖冰棍虽然能赚点小钱，但是没有太大的前途。你得监督小叔写作业。咋会呢？我都看着写完了。回去之后，任中梅就把江刘凯的暑假作业给拿了出来。江寒拿过来一看，眼角抽得厉害。
整本作业不是1就是2，连一个3读没有，这不就是糊弄三奶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吗？江刘凯发现不对，在一旁使劲对着江寒使眼色。小叔，有一些题你写错了。哪里错了？你教我。行，我教你。任中没见江寒要教江刘凯写作业，就走开了。以后我不会这样做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学习有啥用？我现在卖冰棍也能赚钱啦。目光短浅，卖冰棍是能赚小钱，但你想一辈子卖冰棍？学习是给自己学的。你用这种看似聪明的办法来完成任务，要知道最终上当受骗的是你自己。你要为未来考虑，不能因为那100多块钱迷了眼。江刘凯似懂非懂，但看着江寒认真的模样，终究收起了嬉皮笑脸。老板，来看看我家的吧，我家稻子也挺好的。郭老板抓了一把稻穗，脸色一沉。你们这稻子我可不收。为啥人家的你都收，偏偏我们家的你不收？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你们自己干了什么事？难道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这事儿我也不明着说了，免得你们里子面子都挂不住。郭老板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那人哪里还不清楚他的意思？稻子都是长得一样的，他怎么看出来的？你这稻子可惜了，别的稻子卖3毛多，这个稻子4毛5，这下好了，全被你们给弄砸了。你们想卖也只能当成平常的稻子卖了。这话可诛了人心了，那两夫妻顿时懊悔的不得了，他们还想要卖高价，找到村长求情。村长，你怎么在吃汉堡呀？这东西多贵呀，难不成你贪钱了？瞎说什么呢？你们想吃可以问，但是不要污蔑我。那这个汉堡你在哪里买的？实话告诉你们吧，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那咱俩等会也去买点。好了，说正事吧，你们来找我干什么？村长，郭老板他不收我们家的稻子。为什么别人家的都收，偏不收你们家的？可能我们家哪里得罪他了。郭老板指望这些稻子赚钱呢，本来货源就不多，不可能因为谁得罪他了就不要了。你们说实话，是不是掺到了？可能是打场的时候给弄混了一点。郭老板头回收到要立口碑，你给他掺假。叔，我知道错了，1000多斤稻子，您帮着想想办法。这些稻子让郭老板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有个办法能减少你们家的损失。什么办法？去跟江寒家换，他们留多少你换多少。今年你们自己长长记性吧，到明年可不能再这样干了。做人还是要实在才行。那家人见状也只能这么办，就去了江建国家。那人见到江建国后，笑呵呵的把事情给说了一遍。建国哥，郭老板太较真了，场上稻把咱连捆就不收。您看我这1000多斤稻子。江建国心里也明白着呢，同一个村子的，谁啥脾气能不了解吗？不过他也不想去反驳什么，没必要得罪这人。换可以，不过你们可要长个记性，明年可要分好了，千万不要再弄混了。不会了，不会了，这回绝对不会了。江寒放学回家，正好看到郭老板在家。小韩呀，来年咱们这个鱼田倒能不能多种一些？郭老板赚了不少吗？我这里说赚得多，也倒是没有，但是人家大商场那边肯定赚得多。大老板拿了8000块钱来订货呢。江寒知道这郭老板也没说实话，但是也不在意，只要他们都能赚钱，这就是个良性的循环。不管大老板拿了8000还是1万，这都不要紧，只要大家都能赚得到钱，都有利可图就好。这孩子怎么都知道，能掐会算吗？你说的是。明年货源你就不用担心了，明年会有很多货，你大概能借着这一波发达。不过你还是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要不然好景不长。你放心，咱可都是实在人。这天，江建国跟村里的人一起到牛集的粮站去交公粮。你这稻子没晒干，拉出去晒好了再来。还有你这稻子没扬干净，重新弄去。稻子里的磕蜡头太多了，不合格。你们这些都不合格，全都回去吧。交公粮屡屡受阻，江建国垂头丧气回到家。爸，你咋了？粮站的人故意刁难，说这不行那不行，交了几次都过不了。哼，前世这种事见多了。那粮站的站长怕是让手下的人故意给咱们出难题，想让咱们送礼的。世道哪有交公粮还要送礼的道理？这都是什么事？爸，你不用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你一个小孩能有啥办法？没事，明天我再去看看。江寒找到了曹金贵，跟他说了这件事。太过分了，这不就是仗势欺人吗？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他这是忘了自己以前是怎么欺负人的了。小韩，让你爸明天再去，我回去找曹军祥。他老爹曹德新是桥北镇粮站的总站长，管着桥北镇的粮食收购调配的工作。
江寒虽然觉得狐假虎威有些不好，但是他觉得对于文明人就得讲文明，对于不文明的人就是要换种方式。第二天，江建国又去交公粮，曹金祥也带着老爹去了牛集粮站。他们到的时候，就看到粮站的人没怎么干活，就在阴凉处坐着，老百姓们都在外面冒着大太阳，拉着大板车，焦急地等着。江叔，这儿呢。你们大老远过来，饿了吧？我点了汉堡和炸鸡，一起吃点吧。你手里的汉堡这么大，应该挺贵的吧？没那么贵。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爸，这个就是江寒他爸。你就是江寒的爸爸呀？对，我是。你家儿子很优秀，都是你教导有方啊，连带我家不孝子也跟着学好了。没有，金祥本来就挺好的。两人正在说话，牛集分站的马站长眼尖的看到了曹德兴，立刻就点头哈腰的迎了过来。曹站长，您怎么有空来？这些粮怎么还不收？这么多老乡都在这里等着，不耽误他们干活吗？他们的倒不合格，所以验收的时候慢了一些。这个人是什么来头？曹站长竟然主动找他说话。这些都不合格吗？不合格。都是因为什么不合格？说稻子炒，我们晒了2天，又说不干净。您瞅这颗粒，比俺家米缸里的还干净。有人开口，其他的人就跟着嚷嚷了起来。他哪是嫌我们的粮食不合格，一样的粮食，送礼的收了，没送礼的就不收。曹德兴一听这话，顿时怒目看向马站长。现在就开始验，马上验。是。马站长连忙让手下的人动起来，老百姓的队伍这才开始陆续通过检验。等会别走了，我请你们吃个饭。曹德兴听说江建国要请他们吃饭，他也刚好想见见江寒，就答应了下来。你就是江寒啊？是的。哎呀，这孩子可不得了，看那一双眼睛就是充满了智慧，将来前途无量啊！我只希望自己以后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志向可以。你们别光顾着看了，吃饭吧。以后你多跟江寒接近接近，那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到了晚上，马站长提着东西来到了江建国家赔礼道歉。江寒刚下晚自习回来，见家里竟然还有客人，就停留了一下。小寒，你回来了，这位是马站长，咱们牛集粮站的站长。哎呀，这就是江寒啊，听说你可了不得，是个神童呢。我只是努力了一些，不过马叔叔，你怎么来了？白天跟你爸有些误会，我这不是跟你爸赔礼道歉来了吗？江寒心里清楚，这人可不是来道个歉那么简单。白天跟你爸有些误会，我这不是跟你爸赔礼道歉来了吗？要不是今天曹叔叔来了，你怕是不会来给我爸赔礼道歉吧？马站长的脸色顿时难看了下来。难不成他们和曹站长真有什么关系？一个毛头小子都敢这样跟我说话，你这孩子说什么话呢？小寒，你胡说什么呢？别没大没小。马叔叔，我跟你开玩笑的呢。马站长一口气憋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出不出来。总不能跟一个7、8岁的小孩子计较什么吧？瞧你说的，都是误会。天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马站长落荒而逃。江建国望着桌子上的烟酒直叹气。直到后来江寒听说马站长被调走了，至于调到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春风拂柳，江家围的村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王秀看到别人家热火朝天的种稻养鱼，心里就堵了起来。看着别人又准备养鱼了，他也手痒痒，想跟着赚点钱。王秀脑子一热，也不管以前对村长他们说话多难听了。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现在要紧的是跟上大伙儿建设。我们等会去看看别人家是怎么养鱼的，以后别人家干啥咱们也干啥，咱们也跟着赚点钱。江成军看到田里的人都在忙碌，心里闷闷不乐。你咋了？你到底咋了？咋了？还不都是你找的事？你要是不跟建国他们找茬，他们能跟咱们断绝关系吗？都是你害我丢尽了人。现在好了，整个江家围的人都能养鱼了，我们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你怎么倒怪起我来了？你这是看我腿摔着了不能干活了，就故意跟我找茬的是吧？你当我是好欺负的？我娘家3个侄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跟我找事，就别怪我把娘家侄儿给叫过来，到时候有你好看的。江成军一听到这话就一肚子火，冲过去就给陈林打了一顿。就你有侄儿给你撑腰了是不是？你咋不叫你侄儿来伺候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全村人都在背后戳我脊梁骨。陈琳这时候才嚎啕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骂，把江成军祖宗18代都给骂得要冒烟了。江成军靠在果树下，气消了之后就有些后悔。哎，咋就跟他一般见识？他这泼辣的劲儿，惹他干什么？哎，舅，有人吵架了。这声音好像是咱妈。家里不知道出了啥事儿，我赶紧回家看看。回去看什么？爹在家呢，肯定是他们老两口吵架了。你现在回去，他们都在气头上，你向着谁不向着谁？别回头弄得你两面都不是人。江建设一听，觉得有道理，干脆就没回去。时，江成军的小儿子江建党回来了。大，你脸上咋回事？问你娘去，他那手比猫爪子还狠。娘，到底咋了？你爹要打死我呀！他是看我腿上有伤不能干活了，就想要打死我啊！我不活了我！江建党一看他娘又开始了，顿时头皮发麻。娘，我赶紧带你去卫生院看看。到了卫生院，医生询问了是怎么回事之后，就把陈琳给训斥一顿。你腿上的伤还没好，有什么事你就不会忍一忍吗？性子这么坏，怎么养病？你先在这照看着你娘吧，别再让她气着了。娘，医生都说了，你不要生气了。你饿不饿？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我想吃馄饨，韭菜猪肉馅的馄饨。这个晚上等大哥回来给你包，先吃点炸鸡垫垫肚子吧。这多贵呀？贵不了多少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建党，你快去你舅舅家，告诉他你爹打我。江建党的心思简单一些，听娘说要他去舅舅家，他就火急火燎的去了。江建党到了舅舅家，把事情跟舅舅复述了一遍。陈国胜一听说自己的妹子挨打了，立刻带着他的3个儿子来到了牛集卫生院。妹子，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卫生院来了？发生了什么事？陈琳就把挨打的事添油加醋的都跟他说了。这还得了？他居然敢打我姑姑！当我们老陈家的人是这么好惹的吗？走，我们去教训教训他去。陈国胜见3个儿子要去教训他姑父，也没有拦着他们。咱们陈家就得给他们江家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陈家不是那么好惹的，真是分不清大小王了。到了江家围，江成军见陈琳的娘家侄儿来了，也正想跟他们说说理，哪知道他刚站起来，还没开口说话呢，就被一脚踹倒在了地上。你们听我说。说什么说？你打我姑姑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这个最小的侄儿也是从小就被惯坏了的，打人没轻没重的，一锄头就砸在了江成军的脑袋上。江成军闷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老大看到江成军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连忙蹲下来去探他的鼻子。不好，出人命了！兄弟3人惊慌失措，丢下锄头，仓皇逃离现场，只留下寂静的院子和躺在地上的江成军。建设，你家出事了，快去看看。糟了！建设，你家出事了，快去看看。糟了！大，你醒醒！完了，快帮我抬去卫生院。人已经不行了，节哀。这下可了不得了，江家围出人命了，大家都七嘴八舌的议论，声音乱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还在这呢？赶快去看看你爹，你爹不行了。江建党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不可能，不可能！这3个小孩怎么还没回来？听说陈家那3兄弟打死人了。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的事？就是今天啊，人都在这卫生院里躺着呢。陈国胜听到陈家兄弟打死了等字眼，脸色瞬间煞白，起身就往家去。你们赶紧跑吧，你姑父不行了，你们把他给打死了，你们赶紧跑。3个儿子跑了之后，陈国胜就把老婆给撵回娘家，自己也收拾东西跑了。下午放学后，江寒回到家，发现江建国皱着眉头。怎么了爸？出什么事了吗？小孩，你回来了，你爷爷被陈家的人打死了。怎么会？前世这老头80多了还结实着，这一世怎么会被打死了？难不成是作恶多端，上天都看不下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建国就语无伦次地把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这应该就是报应吧？他心里非常痛快。前世江成军坏事做尽，最后还让妈妈奉养他们到老，这根本就不公平。当然这一世他也没好到哪里去，不过是他没有给他机会伤害家里人而已。报警了吗？警察会管这事吗？那你以为警察管什么？不管什么时候，人命关天啊！警察不管，谁管？可是他们都去陈家村闹事去了。闹什么事？人家打死人了还不跑吗？他们去陈家村，铁定进不了门。那3位表叔他没太深的印象，
但是他却依稀的记得陈琳就喜欢用他娘家的侄儿来威胁江成军。江成军能受得了威胁，可见这三人不是什么好鸟。那我去跟建设和建党他俩说说去。别去了，等他们回来，你跟三爷说说不就成了？也是。江建设等人来到陈国胜家，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村民们远远围观，窃窃私语。陈国胜，给我出来！别闹了，人早跑了，你们先回去吧。这事得报警。怎么报？警察能管吗？这是小韩给出的主意。既然是小韩说的，那咱们就试试吧。卢警官一听说他的辖区出了人命，脸都绿了。怎么回事？快给我说明白！江建设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卢警官。走，我们去江家围看看，辖区内竟然出了命案，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就是我们的爹被人打死了，然后我们就去找人，结果人跑了。慢慢说，从头开始。卢警官是科班出身，面对这种情况应对自如。我得先去现场看看。卢警官跟着群众去了打斗现场，凶器还在，证据确凿。大家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我来做笔录。我当时看到他们几个围着他打，下手特别狠。对，江成军根本来不及反抗就被打倒了。每个人都签了字，摁了手印。这份供词将来是有法律效力的。老儿家的李念之来看望大嫂，家里乱成一锅粥了，可还有个老太婆在卫生院，也不能不管了。大嫂，你别生气了，给你做了些吃的，先吃着吧。大哥他……别提他了，一提我就来气。看给我打的，你带了什么吃的？正好我现在饿了，我给你带了炸鸡汉堡。你们家发财了，这些可不便宜吧？没有多贵，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接着，卢警官来到医院找陈琳谈话。陈琳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江成军的事，见到警察来了，顿时有些慌乱。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了？我问你一些事，你跟江成军打架是怎么回事？我腿都断了，他还莫名其妙的打我，你说他算不算人？你看我脸上的伤，全是被他打的。他一边哭一边把事情都给说了一遍，全都按照他有理的角度来说的。卢警官以前就跟他打过交道，知道他不是个软茬。他一字一句控诉的全都是江成军的不是。江建党说你让他去找你娘家侄儿来了。那当然了，我挨了打，总不能白挨吧？大嫂，你别再埋怨大哥了，大哥已经死了。他说了这话，陈琳整个人如遭雷击，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你说啥？老头子死了？大嫂，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家看看吧，你那3个侄子把大哥给打死了。你说啥？你说啥？陈琳消化了这话之后，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医生，快来人啊！陈琳醒来后悲痛欲绝。老头子，老头子啊！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我就先走了。桥北镇公安局立刻行动，下令抓捕陈家兄弟3人。有人看到陈家人吗？刚才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跑回来了，后来又跑了，不知道往哪边去了。他们是畏罪潜逃，立刻展开搜捕，人命关天，必须尽快抓到。陈家3兄弟一路逃到20里外的小村子，躲进了柴火垛。这又冷又饿的，咱们要躲到什么时候？早知道就不该动手，完了完了！出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警察连夜审讯，3兄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进入司法流程，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老头子啊，你咋就这么走了啊？哭啥哭？要不是你挑唆，大哥能死？看着就来气。陈琳也不敢再撒泼了，他依仗的3个娘家侄儿都被拘留了，男人也死了，他没有靠山了。江建设收拾完东西，正准备去矿上。你得带我娘俩一起走，我是没脸在江家围住着了。江建设也觉得没有脸，就把王秀他母女俩给押到矿上去了。不管在外面怎样，他们也都不愿意再待在家里了。等啊，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你未婚妻那边退婚了。啥？退婚？为啥？人家不想愿意就不愿意了呗，反正你钱都退给你们了，连你们办事的菜钱也都退了。他们到底为啥要退亲？这事儿我也说不出口，你去问他们吧。江建党不敢相信，明明两情相悦，怎么可能说退就退？便动身去未婚妻家问清楚。你还来纠缠什么？钱都退给你了，菜钱都包给你们了，1年走3趟亲戚的礼物钱也都给了，你还想怎么样？我就想问问，到底为什么？你还好意思问？本来还想给你留点情面，现在你既然问出来了，那就我直接说吧，要不是你，
你爹也不会被你舅家3个孩子给打死。你不想想，你干出这样的事，谁还肯跟你们做亲家？你赶紧走，别再来纠缠我闺女。江建党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只是叫了表哥们来劝架，怎么会变成这样？他突然想起那天是怎么去舅舅家的，为什么会叫来3个表哥？江建党愣在原地，眼神逐渐冰冷。都是他，都是因为他。他二话不说，掉头就走，不知去向。江建设带着王秀母女走了，江建党又离家出走了，其他人各回各家去了，没有人再理陈琳。老天爷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不行，我得找村长想办法，不然谁来管我？村长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儿子都跑了，没人管我了，我腿上还有病，怎么办啊？这事儿我们也没办法，你先回去吧。第二天，陈琳又来找村长。他怎么又来了？真是烦死了。村长被他缠得不行，只好请书记来商量。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不好办。可是他一个人总不能不管吧？只是他2个儿子都不在家，怎么调？他还有个女儿，我们去找来吧。他害死了我爹，还想我们照顾他。你们还是去看看吧。他有儿子有儿媳，怎么轮到我们来管？不合理。要真是管事，就该把建党和建设叫回来，我们是绝对不会管的。你现在的情况是女儿也不愿意管，儿子又找不到，我们也没办法了。陈琳到这时才想起江建国的好来，他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请村长去跟江建国说好话，他想要让江建国和胡春花伺候他。村长顿时有些反感，他们都跟你断绝关系了，你再找也找不到江建国头上。那我养他那些年都是白养了吗？人家江建国这些年给你挣了那么多钱，还不够你的吗？你要找建国，我这一关都不行。你就去说说，他管就管，不管就算了。村长被陈琳缠磨的没办法，只好答应他说去找江建国。实际上村长并没有去找江建国，只是和会计吐槽了一番，但是这话却被会计传了出去，现在整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件事。1周后，上岗坡的村长找到了江寒家，这个村子他知道，以前卖冰棍的时候去过他们村子。无功不受禄，大叔，你来找我有事？我是来求你帮忙的，能不能给我们村也指条致富的路？别的村都能养到田鱼，你们村有那个条件吗？养鱼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水啊，我们村子不行啊，刚好在坡上，年年都缺水。我们村旱地多，水田少，别的地方能养鱼，我们不行。你看看我们能干点啥？江寒拖着下巴，眼神思索。不然你们种西瓜试试看。哎呀，我们这里种西瓜倒是好，沙瓤还甜，可家家户户都种了，没地方卖呀。那你们去种吧，种了之后我给你们想办法卖，但得保证品质。瓜你就你放心吧，这附近30里没有哪个村子比我们村更适合种西瓜，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帮我们村里解决一大难题，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大叔，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从村里给你们带的炸鸡。炸鸡？这个不便宜吧？我们不能收。没有多贵，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我就替孩子收下了。那我就先走了。夏天卖西瓜可是一笔大收入，但是本钱也要扎很多。小韩，现在咱家可不缺钱了，已经是万元户了，只要你愿意干，拿出3-5万，对咱家来说都不是难事。不过做人还是得低调才行。陈琳想让江建国一家养他的事已经传遍了村子。江寒听到这话，顿时就无语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有脸说出这样的话。前世父亲去世之后，陈琳他们就不待见江寒一家，他们娘几个就被欺负得活不下去。陈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现在倒好，老了要赖在别人身上伺候他，真是没底线。爸，你怎么想？江建国虽然动了恻隐之心，但却不愿意趟这趟浑水了。我们不管他。陈琳也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江建国不管他，又去找到了村长。村长啊，那你能不能去找江成俊说说？你这不是胡闹吗？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村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行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村长把江成运兄弟几个给找了过来，商量这事怎么办。你们兄弟几个商量去，看看这事怎么办。他还好意思找我们商量？我们没找他偿命就不错了。我好歹是孩子们的大娘，他们不能不管。那你还是你几个孩子的娘呢？
你自己孩子都不管你，怎么能赖到别人的身上？你们这是把我往死里逼！你要是去寻死也算个人了，早知道是为这事，我根本就不来。我看大嫂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来照顾，她都能天天到处跑，她自己不能烧饭，不能洗衣裳，还等着谁去伺候她？陈琳张嘴就哭，太狠心了，这些人亏的还是亲戚呢。别哭了，那你让建设回来吧，别去上班了。你自己儿子在外头挣钱，你让这个养那个养，你也好意思能说出来？你还好意思去找村长？又是让建国管，又是让老四管，现在还想赖在这几个孩子的身上，你咋好意思的？我问你。陈琳被一通奚落，却不肯开口让江建设回来。其他人见状都陆续离开了，只留下陈琳一人嚎啕大哭。后来整个村子再也没有人搭理陈琳了。天江寒照常来上学，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江寒呀，省里要举行数学竞赛，我们一致选举你去参加，你做好心理准备。我不想参加。他现在就想着再跳上一级，提前把学业给完成，以后就可以专心致志的赚大钱，追媳妇了。至于老师们说的什么光明的未来、远大的理想，他统统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怎么不去？我对这个没兴趣。你不要有太大压力，重在参与。学校对你寄予厚望，你不参加怎么行？校长这时走了过来。江寒，你再想一想，这次比赛对学校的意义重大，对你的好处也不少呀，你得去啊。是啊，你是我们学校的希望，不去太可惜了。江寒没有办法，两人说的情真意切，要是再推辞的话，就有些不识相了，只好答应了下来。那我先回去上课了。可算让江寒答应了，我刚才还以为失败了呢。毕竟这件事对学校很重要。刘主任，你这件事做得不错。哎呀，刘主任，你这是饿坏了吧？正好我这里有热乎的炸鸡汉堡，拿着吧。谢谢校长，不过买这些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嗨，没你想的那么贵。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谢谢校长，下次我也请你吃。对了，你安排一下白老师给江寒准备一些资料，提前学习学习。好的。老师给他找来了资料，用油墨给他们印刷了出来。江寒本来就挺聪明的，加上前世学过的知识，钻研起来也倒是能摸到一些门路。转眼到了4月份，竞赛正式开始，带队的老师带着江寒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到省城去参加考试。这位同学，你是来干什么的？参加奥数竞赛的。小学部的3月份已经考过了。我是初中部的。你确定你已经上初中了吗？当然确定了。核对老师反复确认后，惊讶于眼前这个小个子少年竟是初中生，带着疑惑放他进入了考场。莫非这个孩子是天才？可能他只是个头比较低吧。江寒找到座位坐下，神态从容。经过多日刷题，面对试卷上似曾相识的题目，他胸有成竹。当主考官走进考场时，江寒内心掀起波澜，因为来的人正是他前世的岳父程新华。江寒强压激动，深呼吸平复情绪，开始答题。这个小个子学生答卷行云流水，这孩子到底是天才，还是今年的卷子太简单了？程新华走近查看，被江寒工整的字迹和全对的答案吸引，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考试结束后，李老师正想带着学生在省城游览放松，三人回到旅馆里，没想到程新华居然亲自上门来找他们了。这位是我们的监考老师程老师。哎呀，贸然前来打扰你们，真是不好意思啊。程老师说的是哪里的话呀？就是不知道程老师来找我们可是有什么事吗？我是特意来请你们去我家吃饭的。今天看到这学生的名字，总觉得有些熟悉，好像在哪见过。后来回去跟我家爱人说，我爱人说江寒不就是长兴县的神童吗？我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程老师太客气了，江寒虽然早早的就获得了神童的名声，可是他向来就比较低调，学校里对他保护的也比较好，不想让他多在外头露脸，防止影响他学习。哈，就是去我家吃个便饭，只有我们一家3口，这是我私人邀请，跟学校里无关，也不存在在人面前露脸。李老师盛情难却，只好带着2个学生去了。哎呀，你们来就来了，怎么还买水果？老程，你怎么回事啊？李老师太客气了，我拦都拦不住。是你，师母好。原来你们认识呀？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在农贸市场卖黄鳝的小孩。哎呦，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还看报道说他是神童呢。让您笑话了。眼前的可是未来的岳父岳母，
得留下好印象。哎呀，锅上还烧着菜呢，我先进去吗？你们先坐一会儿。大家坐吧，别拘束。这个哥哥长得真好看，成绩也好，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哥哥就好了，可以带到学校炫耀。来吃饭啦！我来帮您端碗。你不用忙，坐着吃就行了。我在家都习惯了。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大家都开始吃饭吧。江寒，你都瘦了，多吃点，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炸鸡。陈老师今天这么多好吃的，是不是花了不少钱？花不了多少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江寒环顾四周，发现城南还没来，小妹妹还没出来呢。不管她了，今天怕是零食吃多了。她就是被惯坏了，不给买零食就闹。说来惭愧，我们2口子都是教师，却管不好自家的孩子，让你们看笑话了。小孩子嘛，都这样。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饭是不行的，我去叫他。城南这会儿正在看小花书，听到有人敲他的门，顿时就不高兴了。我不想吃了，别敲门了。小妹妹，开门好吗？城南一听是江寒的声音，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跑过来把门给打开了。小妹妹，你现在正长身体呢，吃那些零食可不行。想要长高长大，你就得吃饭，要不然以后你就长不高了。长不高了，我就一直当公主。你长高了也可以一直当公主，而且还是漂亮的公主。走，小公主，我们去吃饭。她的嘴甜的，很快就把城南给哄住了。他就跟着江寒去吃饭了。唐信和程新华面面相觑，没想到江寒几句话就把城南哄出来了。哎呀，你可真会哄孩子。来来来，多吃点，别客气。谢谢师母。城南坐在江寒旁边，江寒吃什么，他也跟着吃什么。这孩子不仅会哄人，还会治挑食。吃饱喝足后，众人闲聊了一会，李老师突然起身告辞，江寒也准备回旅馆。今天真是打扰了，我们该回旅馆了，明天还要赶早车呢。谢谢师母的招待，我就先回去了。这时城南红着脸突然塞给江寒一本小花书，就转身跑。江寒看着手里的小花书，有些哭笑不得。不过这可是未来老婆大人送的礼物，一定要收好了。这一趟省城没白来，至少在未来的岳父岳母面前刷足了好感。他们回到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家去了。成绩很快就出来了，江寒一战成名，得了全省预赛的第1名。各大新闻报纸头版头条都印刷了有关于神童的报道，江寒再一次出名了。又出名了，看来下次还是要低调一些。我只是想一家人平平安安过日子而已。这一天晚上，上岗坡的村长抱着2个大西瓜来到他们家了。给你们那2个瓜尝尝鲜。江寒知道他这是在提醒他，他们村里的西瓜已经成熟了。爸，你开一个。西瓜刚打开，扑面而来的都是浓郁的香甜味儿。上岗坡的西瓜以前可是出了名的好吃，后来不知为啥不种了。还能为啥？卖不出去又不值钱，还得住在瓜地里看瓜，麻烦死了。这次我来帮你们打开销路。滕老师、师母，你们有所不知，我们来卖瓜，并不是因为家里缺钱，是为了帮乡亲们创造收入。村里人种瓜不容易，但一直卖不出好价钱。我想帮他们打开销路，让大家都有收入。程新华2口子听完了这话，顿时愣住了。你还这么小，就为老百姓办实事了啊？是我思想太狭窄了。程老师，我知道你不是爱财如命的人，但有备无患在钱上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您和师母都是双职工，收入稳定，但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准，还是得多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程新华听到这话有些意外，同时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江寒，你和你爸都卖1上午西瓜了，应该也饿了吧？这些炸鸡你们拿着吃。师母，这些太贵了，我们不能要。花不了多少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那我们就收下了，谢谢师母。我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卖瓜，以后再见了啊。2人看着父子开车远去，久久未语。这孩子真不一般啊，不仅聪明，还有一颗宽广的心。他刚刚那一番话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要多存点钱？应该是的，不过他为啥突然说这个？难道是因为他是神童，所以预知到了未来会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钱贬值，但不管啥情况，咱们多存点总没错，量入为出嘛。你说的对。离开城南家的小区后，江建国带着江寒换了另一个小区。这个小区路上行人稀少，
咱们还有这么多卖不掉怎么办？爸，你在外面继续卖，我进去看看。江寒给守门的保安送了一个西瓜，就被放了进去，还借走了门卫的推车，拿起一大袋西瓜就挨家挨户敲门去。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江寒一脸笑意，非常诚恳。奶奶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这是我刚从地里摘的西瓜，可甜了，你要吗？天气正热，老太太正准备出去买点东西解暑，没想到居然会有人送货上门。你听这声音，绝对新鲜可口。江寒毫不犹豫地拍了拍西瓜。你家大人呢？怎么让你一个小孩子出来卖瓜了？我爸爸在小区门口卖瓜呢，我想多卖些就上门推销了。这孩子真懂事，这瓜多少钱？你特意推过来上门，恐怕不便宜吧？我来的匆忙，没带秤。奶奶，你要哪个瓜自己挑，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老太太被这话逗乐了。我看着给，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一看您就是德高望重的人，穿着这么得体，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个大美人，哪会贪晚辈这点钱呢？果然这话引得老太太开怀大笑。你这孩子倒是会说话。那行，我就挑几个瓜吧。你放心，我经常买瓜，错不了多少。随即就挑了3个西瓜，按照市场价给了江寒钱。多谢奶奶照顾我的生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这孩子真有礼貌，你下次还来吗？再来的话，给我带点瓜。放心，我们下次还回来的。几句客气礼貌的话，马上就确认了长期的供应关系。紧接着江寒又去了下一家，这次开门的是位老爷爷。爸，你周6去上岗坡收西瓜，捡最大的最好的收，每家每户都收一点。可是那么多西瓜，我们怎么装呢？下午我们去买一辆拖拉机，星期天我跟你一块去卖瓜，然后我们卖瓜回来就把瓜钱给他们，一天一清算。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卖瓜呢，有你一起，我这心里踏实多了。到了周日，父子俩起了个大早，出发前往省城。小韩，咱们去城里哪个地方？城南小区门口，我等会给你指路。爸，咱们早上出门急，都没吃早饭，我有点饿了，等会先去吃个饭吧。没事，我带的有炸鸡，咱们等会停路边吃点。哇塞，谢谢爸爸，不过买这么多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嗨，没你想的那么贵。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到了小区门口后，江寒就开始吆喝起来。卖西瓜喽，5毛1斤，先尝后买了。哎呦，还有卖西瓜的，您尝尝看，不甜不要钱。这瓜真甜，我要2个。26斤3两，13块钱。叔叔，您可以多买几个，我帮您送回去。行，那来4个吧。那人麻溜的给掏了钱，江寒就帮忙抱了2个，跟着他往家送了。这个人买完了，其他的人也来买，不多会儿就卖掉了一半。我去给程老师家送2个瓜。江建国也听他说过程老师，就挑了2个让他送过去了。谁啊？是我，江寒。江哥哥，小南，我来给你送西瓜了。唐信和程新华也连忙过来，见到江寒都很开心。程老师，师母，这是我们老家的瓜，我们来卖瓜了，这是送给你们尝尝的。快进来歇会儿。不了，我们还要到别处去卖瓜，我先走了。老程啊，你说这孩子咋这么心疼人呢？大概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咱能不能周济他一点？我看也行。2口子商量了一下，准备送上300块钱。正巧江寒和江建国准备挪地方，程新华和唐信下楼来了。程老师，你们怎么出来了？我们来看看你们，还没吃饭吧？回家去吃点热乎的。不用，我们在外面吃过了。你是江寒的爸爸吧？你们家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值得我们学习啊！是孩子自己争气，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哪里知道啥培养不培养的？江寒这次奥数拿了全省第1，明年还要参加国家赛，说不定还能出国为国争光啊！啥？国际赛？我没听他说过。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老程，你就直说吧，别拐弯抹角的了。江寒是个人才，值得好好培养，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支持他专心学习。以后每个月我们也会补贴100块。江建国有些错愕，竟然有陌生人给他们送钱。江寒心里却很感动，岳父岳母一直都是这么心善，前世对他也是百般照顾，这一世遇见了他还是一样。紧接着江寒又去了下一家，这家开门的是一位老爷爷，脸色不悦地看着他。江寒面色不变，
老爷爷，你要不要西瓜？随即又是一套说辞，把那老爷子给哄得开开心心的，又做成一单生意。接下来是第3家、第4家、第5家，才2个多小时，一车的西瓜就卖光了。回到小区门口，江建国非常的惊讶，这一板车的西瓜就这么一会的功夫，你都给卖出去了？是啊，都卖光了。小韩，你可真厉害。爸，我来回跑了30多趟，而且还得爬楼，这会儿是一点力气都没了。咱们先去吃点饭吧。正好我刚才买了些炸鸡，你先吃点。爸，你怎么买这个？不便宜吧？花不了多少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江建国粗略了算了一下账，就开车赶紧往家回。路上，江涵看了看他记的账，这一车瓜有3000多斤，一共卖了1768块钱。爸，我算好了，给瓜农就按照4毛钱1斤给，毕竟人工和油钱可都要算的。有道理，就这样办。晚上，江涵他们到了上岗村，把瓜钱交给村长后就回家去了。江建国他们天黑透了才回来，胡春花已经把饭菜给他们摆上了。小莫他们已经睡了，你们快吃吧。小韩，今天生意怎么样呀？妈，你有什么事你直接问我爸爸。我好累啊，我想去睡觉了。那你赶紧洗洗去睡吧。我晒的有热水，你提一点，洗个澡睡觉会舒坦一些。今天真是太累了，来回跑了那么多趟楼梯，而且还有作业没写，真是要命了。不管了，先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再补作业吧。到了第2天，江涵要去上学，江建国就带了江默去卖西瓜。江默，今天你不用卖瓜，帮我看着西瓜就可以。我可是小孩，又不是保安。你要不干这活，回家写作业去。行吧，我认命了。因为前一天有江涵的探母，所以第2天他去卖西瓜的时候就轻车熟路了。江建国到了昨天去的小区，远远望去，发现市场门口竟然站了一大群人，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难道今天这里要搞什么活动吗？不会是来抢我们摊位的吧？别乱说，咱先去看看。江建国上前看了看，这时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喊道：来了，他们来了。这不是程老师的家属吗？他咋在这儿？大家注意啦，这位就是江涵的爸爸。众人都打量他，把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你们昨天也尝过了，我家的瓜就是他们拉过来卖的，你们喜欢的话就买吧，反正我们吃谁家的瓜不是吃，吃他们家的瓜也算是助农了。快给我挑2个。我也要挑2个。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原来这些人都是程新华学校的老师和家属。昨天江涵他们离开之后，程新华2人就在背后商量到底要怎么才能帮他们。昨天江涵他们离开之后，程新华2人就在背后商量到底要怎么才能帮他们。你看江涵小年纪就知道为老百姓想办法，带着大家卖瓜增收。咱们教了这么多年书，整天讲大道理，却没像他这样做过实事。是呀，咱们也得想想办法，帮他们一把，尽点力。有了，西瓜年年夏天都得吃，吃谁家的不是吃？咱们发动身边人来买江涵家的瓜，就冲他这神童卖瓜的新鲜劲儿，大家肯定愿意捧场。这主意好，既能帮他们卖瓜，也算咱们为老百姓做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就这么办。江建国有些傻眼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排队买瓜。爸，我有点饿了，能不能吃个大西瓜？不可以，咱们这瓜都是从村里收的，都是有数的。你先吃点这个炸鸡，这会人多，我还要忙。哇，都是我爱吃的。爸，你在哪里买的呢？这是我在闲鱼上淘的省钱神券，上面有很多好吃的，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特别划算。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哇，闲鱼太神奇了吧，我也要去试试。城南家的小区路对面就是农贸市场，别人来买菜，发现这里的人都排队在买瓜，都过来凑了热闹。不到一上午，3000多斤西瓜就在这热闹的叫卖声中卖了个精光。江建国握着一沓零钱，还觉得像在做梦。唐老师，这次真是谢谢你了。哪里的事，我们也想尽一份力，这不还是因为你们的西瓜好吃才卖这么好的。第2天，江建国继续来这里卖西瓜，同样有很多人来这里排队购买。路对面摆摊卖西瓜的那家人眼都绿了。一连过了5天，那一家人终于受不了了，他们就想了歪主意。再这么下去，咱家瓜全得烂地里。爸，要不咱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带些钱去趟城管队，就说他们占道经营。这天江涵放暑假，跟着江建国一起来卖西瓜。他们刚到农贸市场，就有人开始来排队买瓜了。江涵看到这场面也愣住了。爸，怎么这么多人？程老师他们又发动人来了。就在这时，
城管开车停在了摊前。谁让你们在这儿摆摊的？占道经营，赶紧收拾东西走，不然扣你们的车。我们之前不都在这里摆摊吗？我们给农贸市场交了有钱。你们在这里摆摊影响市容市貌，不符合规定。我们在农贸市场的地盘上，又没有在大马路上，怎么能影响市容市貌？哼，怎么？你要妨碍我们执法吗？这时江寒眼光一扫，看到路对面的西瓜摊主的表情，立刻就明白了，这事绝对跟他们有关系。我们并没有要影响你们执法，只是我们对你们执法的标准有些不明白，所以就多问了2句。你不会因为多问了2句就要给我们安上一个罪名吧？这倒不会，你们在这里摆摊确实不符合规定。那对面的摊子呢？他们也必须得搬走。看来他们一定是提前串通好的，今天就算是搬走了，他们明天照样能搬回来。现在不过是在装样子堵我们的口而已。那让他们先搬走吧。什么时候轮到你对我们指手画脚的了？你们去把车子给开走。2个彪形大汉上前来，一个拦住江建国，一个去开他们家的拖拉机。江建国哪里能干，上前就要跟他们去理论。江寒觉得要西瓜的人差不多了，就回去找江建国去送瓜。爸，你怎么还坐车上呢？你这样瓜被偷了都不知道。嗨，我这才刚坐上了一会，你就回来了。对了，爸，小区里的人要了不少瓜，我们去给他们送吧。你又去小区了？咋不叫上我一起？总要留个人看西瓜吧。再说他们也不认识你。那你上车，我们走。就这样，今天这一车瓜也算是卖出去了。到第2天，他们照常去卖瓜。经过那个农贸市场的时候，就看到了他们之前的位置被人占了，还有不少的人排队在那里买瓜。哼，果然是这样。爸，今天去趟公安局家属院。怎么要去那里？之前采访过我的记者就在那里住，当时记者给我留了他们家的地址，邀请我以后去做客，我去看看能不能遇到他。原来是这样。爸，我有些饿了，咱们先吃个饭再去吧。你先吃点这个炸鸡垫垫肚子。哇，都是我爱吃的，你在哪里买的呀？这是我在闲鱼上淘的省钱神券，上面有很多好吃的，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特别划算。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哇，闲鱼太神奇了吧，我晚会也去试试。到了家属院后，江寒就按照地址找了过去。江寒，你怎么来了？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吗？阿姨，我跟我爸一起来卖瓜的。昨天我们来卖瓜的时候，他一五一十的把昨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这位记者。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帮忙的，会还你们一个公道。不过今天的瓜可能是卖不成了，我还等着去上班，家里都没人。没关系，您去忙。等记者离开后，江寒在门口放下2个瓜。这里的住的人大多数都是公安局的家属，所以他不担心有人会把瓜给偷走。到了晚上，记者下班后回家，听丈夫说门口有人放了2个大西瓜，她立刻就想起江寒来了。谁这么客气啊，在我们门口放了2个西瓜？是江寒，就是报纸上那个帮乡亲卖瓜的神童。他今天来家属院卖瓜，跟我说了件事。他把江寒的事告诉了他。还有这种事？拿了好处就欺压老百姓？是啊，那孩子才多大，出来卖瓜也不容易。别急，我让人调查调查这事。到了第2天，果然不出所料，那城管收了对面摊主1000块，故意找江寒他们麻烦。还有那个摊主在乡下收瓜赊账不给钱，早被村民告了。真是无法无天了。我现在就去局里处理，这种害群之马必须清除。在这时，派出所的民警赶了过来，原来是之前唐信看到情况不对，就去了派出所。发生了什么事？江建国连忙语无伦次的把情况跟他们反映了一遍。警察同志，他们一来就要扣我们的车，我们明明交了钱的。老乡来这里卖东西不符合规定的话，那就让他们去政府规定的地方去卖就好了，何必要扣留人家的车？他们妨碍执法。我们并没有妨碍执法，反倒是你们在这里。如果是秉公执法的话，为什么只执我们一家的法？我现在怀疑你们执法不公。城管一听这话，顿时暴怒了起来。他收了对面摊子的钱，要把他们的竞争对手给赶走。这次要是没成功，以后自己的面子往哪搁？你个小东西，说什么呢？我们怎么执法轮得到你这小崽子插嘴吗？注意你的言辞。派出所的人还在场呢，所以他就不能做得太过了，只好让他们全部都搬走。今天算他们捡个大便宜，要不然可就不是这么好说的。明天送礼的那家人就能来这里占他们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假装不知道就好了，看你们能怎么办。你们2家全部都得搬走，到河堤路上去买，那个地方是政府给你们划定的地方，以后记住了没有？
那你们两家都赶紧去河堤路吧，都散了吧。看热闹的人都逐渐离开。不好意思，大家，我要到河堤路上去卖瓜了。这话一出，那些买瓜的人也就散了去。河堤路离农贸市场4、5里远，平时压根没人来买瓜，而且路上的行人很少。江建国顿时有些发愁，这地方哪有人来买瓜？爸，你不要发愁，我来想办法。你把车子就扎在这里，不要挪动，等我回来。江建国不知道他搞什么鬼，反正江寒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江寒回到了农贸市场门口，没有遇见熟人，就去了之前送过瓜的那个小区。他进了小区之后，就挨家挨户的敲门问他们要不要西瓜。有些认识他的，立刻就要了瓜。你好，我是农贸市场门口卖西瓜的，今天被城管赶到河堤路去了。如果你想吃瓜，我可以送货上门。你说的天花乱坠，我看不到瓜怎么知道好不好吃？你放心，我在农贸市场门口每天排长队卖瓜，要是不好吃能排那么久。而且我瓜到了，你可以当场验瓜，不甜不要钱。哦，你还挺会做生意。那行，我要一个。就这样，江寒开启了送瓜上门服务。天早上，江寒他们照常去卖瓜，路过农贸市场的时候，看到那名记者在朝他们招手。爸，停一下车，你们今天继续在这里摆摊吧，等那个城管过来。江寒目光冷冷扫过霸占自己原来摊位的摊主。风水轮流转，今天该我们坐庄了。爸，我们摆到他们对面去。于是两家的摊位就互换了。江寒这里的摊位刚支起来，一些老顾客认出他们，纷纷围拢了过来。对面摊位瞬间就冷清了不少。爸，他们竟然还敢回来摆摊！儿子，你快去找城管来收拾他们。城管过来后，见到江寒他们又来这里摆摊了，顿时就一肚子的火。哥，先别急着过去，我有点饿了，等会打起来怕是不上劲。咱们先找个店吃点饭再去。不用找店了，这是我刚买炸鸡，还热乎着呢。咱们先吃这个吧。这看着还挺好吃的，不过你哪来的钱买这个？这不贵的，兄弟，这是我在闲鱼上发现的省钱神券，上面有很多好吃的，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特别划算。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好，我下次也去试试。我让你们以后不要来这里摆摊了，你们没有听到吗？可是他们第二天就摆在这里了。他是我亲戚，怎么？你有意见？你有意见的话，那你也找牛逼的亲戚来啊！好大的官威啊！你平时就是这样欺压百姓的吗？那城管回头就看到了他们的局长黑着脸站在他后头。局长，您怎么来了？我还不知道我手下的人竟然干这种欺压老百姓的事呢！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是，我错了，我错了。看看你干的好事，这都是你受贿的证据。局长，我知道错了，真知道错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你回去等着受处分吧。现在你需要得到受害人的原谅。局长这样说话，看来还是想保他。真对不起啊，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不是有眼不识泰山，是完全没有把法律给放在眼里。收贿赂可是违法乱纪的事，你受到处分，这也是在维护法律和纪律。江寒这话也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种人他不愿意原谅。局长听到这话，知道了江寒的意思，看了他一眼，就领着那城管走了。他们这些人走了不当紧，对面那瓜摊的人吓得面色如灰，瓜也不卖了，收摊就走了。从这一天开始，那家人就再也没有在这个农贸市场的门口出现过。过了几天，江寒又见着了那位记者。小江寒，给我挑个最甜的。我跟你说，之前那家人因为拖欠瓜农钱被告了，现在官司缠身，不敢露面了。原来是这样，这种人就该得到教训。边江建国他们卖完瓜到家后，江寒开始思索起来，家里这2年挣的也不算少了，是该好好打理一下了。妈，你去算一下我们家这2年赚了多少钱吧。我现在去。爸，我们这些天都在卖西瓜，那家里卖馒头的生意是谁在做？那个，你三奶他们家去做吧，每个月挣的钱给我们8成，他们留2成。三奶家这2年帮了我们不少忙，给他们3成吧。行，听你的。我算好了，这2年减去成本，我们家一共盈利了32430元。建国、小韩，咱们家真的成万元户了。胡春花惊喜的有些不敢置信，江默和江娟也非常开心。爸爸，我们是不是发财了？我想吃大鸡腿。好，爸爸现在去给你买。别去了，我这里正好有刚买的炸鸡，还热乎着呢，吃点这个吧。这看着还挺好吃的，不过应该不便宜吧？你在哪买的？这不贵的，这是我在闲鱼上发现的省钱神券，上面有很多好吃的，
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特别划算。吃喝玩乐，我先推荐咸鱼，咸鱼真的太神奇了。好，我下次也去试试。这才3万多而已，就把你们高兴成这个样子，后面咱们家会有更多的钱。妈，我没骗你吧？说让你成为万元户就让你成为万元户。小韩真棒。妈，等会到银行开个户，把钱给存起来，你留下1万在家里，剩下的都给我爸拿着，我们有用。要这么多啊？我有正事。胡春花便不再多问，将钱用袋子包好后，又套了个大袋子，还不忘对2个小的叮嘱道：等会外面如果有人问起来，千万别说是钱，就说是垃圾，出去扔的，知道吗？知道了，我们又不傻。随后一家5口就提着袋子往银行走去，换了2万块的100元大钞后，就把剩下的都存进了存折。走出银行，胡春花捧着存折笑得很开心。咱们家有存折了。这有啥好的？取钱那么麻烦。小韩不要这么说，这是一个家庭的家底。对了，春花，你先带着2个孩子回去，我和小韩有点事要处理，等会再回去。胡春花点了点头。行，那你们俩小心一些，我先去菜市场买些菜，等你们俩回来了，好好庆祝一下。跟胡春花告别后，江寒买了1箱酒，带着江建国往记者家走去。请问你找谁？你好，我是江寒，请问梅阿姨在家吗？你就是江寒呀，我听他说过你的事，来，进来坐会吧。不知道叔叔怎么称呼？我姓李。李叔叔，这次多谢你了，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用客气，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你们在外面摆摊也不容易，怎么不在市场里来个摊位呢？外面摆摊的限制太多，规矩也多，这都不好管。里面就好多了，没什么规矩。市场里的摊位还可以买吗？最近市场那边要进行改制，里面的摊子要以竞价的方式卖给私人，让私人来经营。那这个农贸市场是谁在负责呀？是徐才主任在负责，摊位给谁他有很大的话语权，几乎一个人就能决定。李叔，可以给我一下徐主任的地址吗？我们想去拜访一下。可以。随即江寒2人客套了一会就离开了。出门后，江寒给江建国交代了一些话，江建国点了点头，就带着1瓶酒按照地址来到了徐才主任家。你找我有什么事？徐主任你好，我是江建国。然后直接伸出手。徐才愣了一下，同样也伸出手跟江建国握了一下。见江建国不卑不亢，徐才高看了他一眼，进来坐会吧，喝杯茶。打扰了。进屋后，徐才主动给他泡了杯茶，江建国也没客气，直接说道：多谢徐主任。徐主任，这次来其实是有事相求的。我听说菜市场那边要进行改制，私人可以竞价摊位。说到这里，他便停了，并没有接着往下说，点到为止。徐才并没有否认，而是点点头。是有这么回事。这时厨房里出来一位妇女，骂骂咧咧地说道：别什么事都找我们家徐才，天天这么多人来找，真当我们这是菩萨庙了。江建国仿佛没听见一样，满脸笑意。嫂子好。见此情景，徐才暗暗心惊，这人一定不简单。随后又闲聊了几句，等茶水喝完，江建国才起身。徐主任，这茶也喝了，感谢你的招待，我还有些事，就不打扰了。这酒要及时喝，味道才正宗。说完又对厨房的马小兰喊道：嫂子，那我就先走了。马小兰也走了出来。你不走，还想让我留你下来吃饭吗？有机会一定要向嫂子讨教厨艺。江建国笑着回了一句便离开了。门关上后，徐才对他老婆抱怨道：来者是客，而且这个江建国不一般，你刚才的话有些过了。怎么就不一般了？上门来就带了1瓶酒，这酒也就几10块钱，这哪是求人办事的态度？而且这人的脸皮也太厚了，我那样说他还在这里跟你聊得起劲，要是再来，别给他开门了。徐才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酒，这酒里应该有蹊跷。难不成里面不是酒？不过这人消息也算灵通，就是送的礼确实轻了，才这么1瓶10几块的酒。昨天那个叫朱有良的那人提的东西才叫礼物，大几百的茶叶，2条中华，还塞了1000块，这才是求人办事的态度。要我说，你应该动动手里的关系，把那个摊位给朱有良。徐才也点了点头。行吧，那就给他了。说完又看了看桌上的酒，陷入了沉思。把这酒留着吧，找个时间还给他。徐才猜到酒里可能放了钱，但估计没多少，最多就100-200，没什么好看的。还给他干什么？我倒要看看这里能放多少钱。说着，马小兰拿起桌上的酒，打开了瓶盖，顿时一双眼睛瞪圆了。怎么了？
钱，这酒瓶里塞了钱。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刚才我不都和你说了吗？这里面可能放了钱，100还是200？马小兰摇了摇头，不止，难道是500？可他看着不像是那么有钱的人呢，能拿这么多送礼？不是100、200，是很多。说着拿出一沓100元大钞，徐才一下子站了起来。这么多？这会国内的经济还没上来，50块都是非常大的面值了，更别说这么厚厚的一沓100元大钞。这得有多少钱？这钱很新，估计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看着厚度，估计有1万块钱。这么多？你不是说顶多就100-200，怎么会是1万块钱？你虽然是农贸市场主任，可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要干多少年才会挣到这么多钱啊？你说这钱不会是假的吧？说着便拿起钱一张张分辨起来，结果发现全是真的，后悔了起来。我还以为他送的礼轻，只拿了一瓶10几块的酒过来，没想到竟然这么大气，刚刚应该留他吃饭的。何止是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徐才很是感叹。爸，怎么样？小韩，你说的真对，他们家真的有很多人去送过礼了。不过我们这次给了他们这么多钱，也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办成。爸，你放心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打开酒瓶之后，马上就会邀请你去吃饭。希望如此吧。到了家里，胡春花已经在烧菜了。你们可算回来了，饭还热乎，快吃吧。建国、蓝菊和小令说要请我吃饭，就在这周的周末，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吧。我们好久都没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这次请我吃饭有什么事。蓝菊和小令都是胡春花的堂姐，这些年都很少联系。你去看看也行，毕竟都是亲戚。不过他们喊你过去，我就不去了吧。而且周末我还要去卖瓜，不行，让小韩陪你去吧。也行，那小韩，你周末陪我去一趟吧。江寒点了点头。天，江寒他们刚到农贸市场，就看到徐才在门口视察。徐才看到江建国后，主动上前打招呼：“江老板，你好，你好，这是你的孩子吧？看着就聪明。”徐主任客气了。江老板，中午我想请你吃个饭，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江建国听到这话，看了江寒一眼：“那就麻烦徐主任了。”哈哈，江老板是爽快人，我等会去订包间，中午的时候让工作人员来叫你。江建国点了点头，刚到小区门口就被一群大爷大妈围住了。小帅哥来啦！小朋友，你都1周没来了，我家老头子就馋你们家西瓜呢。都是熟人，江寒热情地打着招呼。而从上岗村收的西瓜因为新鲜甜美，也非常畅销。给我来3个西瓜，我要5个。一个个争相买瓜，一拖拉机的西瓜很快就卖光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徐主任那吃饭吧。随后江寒2人直径来到了一家饭馆，刚进包间，徐才就上前打招呼：“江老板，你终于来了。不好意思了，徐主任，路上有点事，耽搁了一下。”没事没事，快来坐吧。上完菜后，3人边吃边聊。江老板真是出手阔绰，不知道做些什么生意。江建国笑了笑：“我们家没有什么背景，就是最近才赚点钱，想要改善家里的生活。”是的，我们最近从村子里批发的一些西瓜，然后再转手卖到小区里，所以赚了些钱，但这么做也不太安稳，所以想要在农贸市场买一个摊位，好有保障一点。江寒知道这位徐主任肯定调查过他们，只要有心，这不是什么秘密，说出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提前和江建国交代了这些。你是我遇到的这么多年轻人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收了那么多钱，能不深刻吗？农贸市场现在一共有30个摊位，初步决定出租的摊位一共有5个，每一个摊位最低的价格是1000块钱1年，我可以给你留一个。5个我全都要。徐才惊讶地看着他：“你要这么多摊位做什么？一个摊位就能够放下不少菜，5个摊位占据了菜市场1/5的面积，这得要摆多少菜？卖不完可都得砸手里了。”江寒竖起2根手指：“一个摊位1年我们出2000块钱，这5个摊位我们先租1年，给你1万块钱，另外我再给你5000块钱用于打点。”徐才看向江建国：“按他说的就行，我们家的生意都是这小子安排的。”徐才一听这话，看向了江寒：“你叫什么？”“江寒。”这孩子看着就不一样，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了。徐主任过誉了，您看这个摊位。徐才犹豫了一会，抬起头说道：“行，既然江老板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就尽力去办这件事。只是到时候如果你生意亏了，可不要怪我。”那就麻烦徐主任了。随即江建国从怀里取出一包钱：“这是5000块钱，算是定金，等正式签了合同之后，后续的钱我会再交给徐主任。”事情谈完后，江建国又和徐才聊了几句才离开。